叔都知道不要乱闯军营，而我却直接骑着共享单车冲了进去，导致这是我能和军方高层联系的唯一方式。2天半前，我觉醒了强制穿越异世界的传送门。经历9死1生，我好不容易从那个丧尸世界逃出来，但再过48小时，我就会再次被传送回那个末日的世界。弱小无助的我，只能向官方寻求帮助。沉默是吧？知不知道这里是军营重地？你这是违法行为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希望你们能立即检测这个电脑。冒着被抓、被判刑的风险，就为了让我们看一台破电脑？这不是普通的电脑，这台电脑是我从另外一个世界带回来的。什么？另一个世界？查查他是哪个青山医院跑出来的，给他送回去。全大夏，我能完全信任的只有你们，请你们一定要检测这个电脑。等等，技术科，来个计算机专家，带上检测装备去会议室。我们这儿有一台特别的电脑。这主板架构完全不符合蓝星上任何现有标准，这 CPU 居然是碳基材质，就算以我们蓝星最顶尖的科研水平，也远远达不到这种精度。你说什么？还有这线路，这系统逻辑，这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的产物。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？你这电脑到底是怎么来的？2天半前，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个倒计时，倒计时结束，我就会被强制穿越到一个丧尸世界。我拼死才带着这台电脑逃了出来。现在我只剩下36小时了。把他带到我办公室去，警戒线上升1级，通知指挥部，我要立即联系司令和国安局。所以你是说，你穿越到的世界是个末世，那边全是丧尸？没错，而且那个世界已经彻底沦陷了，除了那些怪物，只剩废墟和尸体。所有哨点注意，基地临时封锁，任何人员不得出入。再调一组防化部队过来。放心吧，我全程戴了口罩的。而且如果真有病毒，我现在早该出事了，不是吗？没这么简单，病毒可是潜伏期的，你去的地方已经是末世了。一旦你携带了哪怕一丝样本，你都可能会害死整个世界。还有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我从魔都坐高铁到南都，然后换的公交车，骑共享单车过来的。高铁、公交车，也就是说你全程都在公共交通工具上？是。该死！你要真带了病毒，整个城市都要遭殃！该死！只能希望老天保佑你身上干净，不然一切都完了。检测结果出来了，初步筛查未发现异常病毒，血样、空气样本均无特殊病原。还好。安全局于局长与战区贺司令已抵达基地。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根据陈默上次说的时间推断，我们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了。但病毒的来源与传播方式仍是未知数。传送门只有1米宽、2米高，重装单位没法进入，持续时间只有1分钟，能进去的不足100人。重点不是这些，关于病毒的所有信息，我们必须在下一次传送中全部查清楚，全力帮助陈默。人民子弟兵面前，绝不允许任何力量伤害我们的同胞，哪怕他来自异世界。而且谁也说不清楚传送门会对我们的世界造成什么危害。必须主动出击！现在我们就是蓝星的第1道防线。我同意，方天瑞，立刻调集战虎、烈焰、雷霆3支特战大队，每队抽调1支最精锐小队，立刻集结南都基地待命。同时由安全局挑选3支科研特混组随行，每组至少包括病毒生物学、环境分析与应急医疗3类专家。是。大夏真正的底牌。在说明任务前，我必须强调一点，这将是一场极度危险的行动，它关乎大夏，甚至整个人类的未来。现在，任何愿意继续执行任务的人，在这里写下遗书，或录下视频留言。如果不测发生，这将是你们最后的证明。我去。爸妈，孩儿不孝。
若这次不能回来，请不要为我悲伤，我只是去了另一个战场。掉皮掉肉不掉队，算我一个。只要大夏需要，我义不容辞。你要照顾好孩子，别让他记得我是个英雄，就让他记得我爱他。我这辈子都在做研究，从没让你们担心过一次，这次真要让你们担心了。别哭啊，我只是出趟远门，等我回来请个长假，好好吃顿火锅。爸妈，对不起。很好，现在我来告诉你们，你们即将奔赴的到底是怎样一个战场。接下来，你们要前往一个已经完全沦陷的丧尸末世。丧尸末世，真不是在开玩笑吗？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吗？没错，你们要去的是另一个世界，而你们的任务就是探究丧尸病毒的来源。异世界，丧尸。明白。明白。沉默，接下来你就在这里开启传送门，特战小队会第一时间进入，为你清理周围区域，他们会第一时间确保你的安全。明白。各位，人类能否生存的关键就交到你们手上了。收到。这次我不是一个人了。所有小队出发。这里是。就是这个声音，他们来了。正前方5具目标，距离80米，正在快速接近。全员警戒，科研组后撤，特战队呈扇形推进，注意两侧窗口与巷口。烈焰小队进行第一轮射击，瞄准心脏，测试目标伤害阈值。报告，心脏命中无效，目标行动力未受影响。怎么会？连枪都没用吗？第二轮，瞄准四肢，打断他们的行动能力。战虎小队左翼普位，别让他们绕过来。四肢损毁只能降低移动速度，无法终止目标活性。他们没有痛觉，也没有失血反应，而且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恢复。右侧又出现2只，加上地上的，一共6具，正在向我方合围。该死！到底该干什么才能杀死这群怪物？所有人瞄准头部，烈焰小队正面牵制，雷霆小队两侧交叉火力。收到。Headshot！ 命中头部，目标终止活动。继续，全部瞄准头部，验证杀伤一致性。Yes! Double kill! Multi kill! Ultra kill! 确认，头部是致命点，颅腔破损后，目标立刻丧失行动力。右侧2只解决了，没有遗漏。记录，这些东西没有痛觉，不怕失血，恢复力极强，唯一的死穴在头部，必须彻底破坏脑组织才能击杀。不好，枪声把更多的丧尸引过来了。他们对声音极度敏感，刚才枪声传得太远，相当于给整片区域的丧尸报信。所有人收枪，换手弩和战术刀。烈焰小队开路，战虎小队断后，护着科研组和沉默撤进旁边的商场。不对，里面有东西。清理完毕，没有发现其他活物。苏博士，
我这边的倒计时显示是12小时，时间一到，传送门会准时开启，到时候我们必须撤离。足够了，病毒分离、体液检测、环境毒性评估，8个小时就能出初步结果。剩下的时间，我们可以扩大采样范围。苏博士，目前有什么发现吗？样本暂未发现可辨识寄生结构，初步确认不是由生物引起的病毒。这个力量增强幅度也太夸张了，绝对不是一般的生物药剂可以做到的。还有这个身体强度，已经超过一般的金属了。初步判断，病毒由体液传播，感染后身体强化效果明显。郑哲，我们刚才在外围巡查了一圈，这片区域应该属于一座废弃城市的边缘地带，街道残破，建筑坍塌严重，除了丧尸外，没发现其他生物。根据苏博士目前的研究，病毒不会靠空气传播，对我们的威胁不大。我们差不多可以继续收集这个世界的信息了。了解，各队30分钟后出发。烈焰小队打头阵，战虎小队殿后，雷霆小队与科研组居中，由我亲自护卫沉默与素颜博士。是。那好像是书店，书说不定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突破口。如果能带回去，我们可以着手破译这边的文字结构。周阳、吴昊，这里有目标点，移动书店，我们要进去搜集资料。战虎队负责外围警戒，烈焰队清理内部。收到。坏了！全员警戒！全员装备消音器，接下来有场硬仗要打了。基地，开火！队长，击杀效率太慢了，尸潮要攻破防线了。雷霆小队准备近身战。战虎，烈焰后撤，优先保护苏博士和沉默。可是队长，这是命令。遵命。遵命。烈焰、战虎，保持警戒。队形恢复。苏博士，搜查控制时间15分钟内完成搜集。明白。所有人分区搜索，以完整书籍、地图、报刊和手册为主，优先寻找印刷字与科技相关资料。这些资料我们带不走了太多，能记录的尽量用影像保存。这地方怎么会有按钮？难道是什么暗斗？不对劲，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小孩？正队，还好你第一时间呼救了，下次不要一个人行动。明白，这里面是间密室，我怀疑里面可能有更重要的线索。这不像是普通的私人笔记，这排版、分段、编号，这更像是研究记录。这东西可能很关键，或许它能告诉我们这场灾难是怎么开始的。继续搜查。这是最后一点了，这些带回去，也许还能从存储芯片里解析出残留数据。收队。这里地势开阔，视野也好，就选这里作为回程点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沉默，你第一个离开，
确保通道稳定后，科研组行动，确认所有样本优先带回，最后由特战小队断后。收到。我准备好了。好，行动开始。防化队、消杀小组立刻进入状态，立即进行饱和二氧化氯消杀，对人员、装备与封存样本做全面处置。祝贺你们，全部安全返回。但返营前还需要最严格的消杀与隔离观察，请各位等待。目前可以初步确认，丧尸病毒的结构具有极高的活性，在人体内潜伏期也不会超过36小时。从实验结果来看，陈默体内并未发现任何病毒痕迹，理论上不会有病毒扩散的风险。换句话说，陈默本人和大夏都暂时是安全的。但有一点情况很奇怪。什么？仅凭这种传播能力的病毒，绝不可能让科技这么发达的帝国覆灭，背后一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隐情。比如，可能是2次变异，也可能是人为因素。我们还带回了大量资料，我建议立即成立破译组，这些或许能揭示那边文明的真实状况。苏博士，辛苦了。陈默，你的倒计时现在是多少？5天。好，你们所有人先继续隔离观察24小时，如果检测结果稳定，明天可以在军营范围内活动。明白。这次又是哪儿挖出遗迹了？谁知道呢？不会又是西北无人区那批盐客吧？不对，这不是古代史记载，这是一套完整的近代文明体系，有行政划分，有科研项目，有完整的社会结构，这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历史。经过破译，我们基本还原了这个世界的全貌。那是一整块独立的超级大陆，上面只有一个统一政权——星海帝国。帝国阶层固化，统治腐朽不堪，底层民怨沸腾。帝皇下令研发服从药剂，要让民众失去反叛意志，永远顺从。难道说，这个所谓的服从药剂就是病毒？没错，他们合成出了一种神经寄生病毒来操控民众，感染者会失去意识，不再需要进食，永远活动。帝皇如获至宝，他把感染者当成永动劳动力，在全国修建了大量能量工厂，让丧尸不分昼夜发电。疯子！但病毒一直在进化，他们慢慢生出了智慧，高级感染者甚至拥有协作能力。短短数年，帝国防线全面崩溃，城市沦落，最终彻底沦为末世。但我们的发现不止于此，在这座城市以北，还藏着足以改变蓝星格局的东西。这里面有可控核聚变技术和碳基芯片工艺，只要我们能获取其中关键，就能将蓝星的科技水平直接跨越一个时代。碳基芯片光刻工艺，核聚变供能系统，以他们的文明程度，这技术至少领先我们50年。真是讽刺啊！他们都能实现可控核聚变了，却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守住。生产力的跃升，并不能拯救制度的腐朽。科学越进步，疯子手里的火就烧得越旺。看来我们的下一阶段目标确定了。没错，为了后续行动顺利，我们将前往西北战区的荒原，建立传送门根据地。那里就是大夏最沉默也最光辉的地方。军营外围建立3重封锁防线。第1层，外环警戒区，任何生物靠近即刻驱离。第2层，防化隔离带，全程消杀。第3层，核心指挥区，部署信号屏蔽阵列与应急反应装置。祝各位行动一切顺利。确认完毕，所有模块正常。
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。开始倒计时，3、2、1，出发！目标：北部300公里外的横流蓄变能中心。收到。收到。前方安全，继续前进。报告，西南方向发现未知巨型生物，热源强度是普通丧尸的数10倍。所有人注意，西南方向，观察目标，距离3公里，预计3分钟内抵达。全员立刻加速前进，绕开这片区域，避免任何形式的接触。重复，不许接触。老天，丧尸居然能进化到这种程度！怪不得，就算病毒再强，一个掌握核聚变和碳基芯片的文明，也不可能短短几年就崩成这样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怀疑，这巨型丧尸根本不是自然变异出来的，而是帝国的活体武器。苏博士说得对，这丧尸危机背后一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危险。各位万分小心。报告，前方11点方向有疑似驻点的人工建筑，好像有活人。确实是活人，还保留着防御和秩序。要不要过去看看？说不定他们有更多的情报。不准节外生枝。记住，末世里的人比丧尸更危险，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身份，贸然接触就是暴露自己。周阳，释放微型无人机，扫一遍厂区内的热源分布，标记入口和掩体。收到。周围没有明显的活体信号，但不排除潜伏丧尸。我建议在此地建立行动阵列，每队选2人组成警戒小组，在此留守车阵。一旦有动静，立刻汇报。其余人随我行动，进入厂区，速战速决。是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科技的结晶。天哪，这就是可控核聚变的实际装置。我们研究了半辈子的东西，居然在另一个世界已经实现商业发电了。原来如此，他们的第一弊问题是这么解决的。啥弊？啥问题？简单说，蓝星目前没有材料能扛住那种高温和辐射，但他们用的这种材料，天然具备高导热和抗辐照特性，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矿物合金。不止如此，你看这些线圈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他们用了常温超导材料，不用极低温制冷就能轻易实现磁约束。我们在理论里兜了半个世纪的圈子。他们靠地壳里的天然矿物就解决了，就是说，他们开挂了。可以这么说，毕竟无论多聪明的脑袋，也打不赢大自然的馈赠。就像古大夏烧得出顶级瓷器，却造不出高透玻璃，西方却偶然炼出玻璃，就此打开了微观和天文的大门，改变了人类的命运。这都是运气啊！感觉有一大堆知识往我脑子里挤，可惜脑子太小，全卡门口了。你要是能听懂一半，博士头衔都该发你一个。苏博士，要是把这2种材料带回去，我们的核聚变技术将直接迈入实用阶段。不只是能源，航天、医疗，全行业都会跟着往前跳几10年。这是整个文明跃迁的火种。就是说，咱们这趟真要改变世界喽？没错，这都是你带给我们的。样本编号07，保存完好。队长，第2批样本活性达标，加快进度。
哎，苏博士，我这算不算参与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科研项目？回去以后能不能在论文署个名啊？能，专门给你开一栏，特别鸣谢物资运输与现场气氛担当。那我也认了。队长，南偏西方向发现异常，有数只巨型目标正在快速接近。一共3只巨型丧尸，正在向我方靠近，速度极快，预计3分钟内结束。所有科研组停止作业，样本打包，立即撤离。巨型丧尸是在荒野时那个10几米高的怪物。快，全员摧毁车辆，留守车队的6人分3组，立刻就近埋设反坦克地雷。我们1分钟内抵达。最后一颗布设完毕，全员上车，立刻拉开安全距离。距离1800、800、600，他们进入雷区了。再近点儿，就是现在。反坦克地雷都炸不死他们。撤，全员加速撤离。看来我们跑得比他快。郑队，我有个提议，我们现在可以维持安全距离，我们可以搞清楚他们的防御极限，回去才能制定真正有效的杀伤方案。这主意跟在老虎嘴边拔毛有什么差别？你说的对，这些巨型丧尸连反坦克地雷都扛得下，必须为下次穿越做好准备，这风险得有人扛。周阳5号听令，你们带大部队和样本继续后撤，保持2公里安全距离。我去驾驶测试车留下，敌近1公里做武器测试。郑队，殿后本来就是战虎队的活，要留也是我们留，我们烈焰队当前锋惯了，这事儿轮不到你扛。这是命令，不是商量。要是我这边出意外，指挥权移交5号，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把所有人、所有样本活着带回去。是。我倒要看看他的骨头到底有多硬。中了，他没死。一枪能打穿装甲车的反气式狙击枪，竟然只让他脑门凹了一块。他在再生？不，那是修复性细胞爆发，这不是单纯变异，它是被设计过的生命体。好，那就再来一发，换弹，高爆穿甲。这丧尸的脑门是装了高强度合金吗？它头骨表面是生物金属化组织，病毒直接改写了细胞的晶格结构。这种生命体根本就不是生物，只是单纯的武器。继续射击，压制性火力。这东西比坦克还抗打。试试狙击流的效果。连狙击流也只做到表面效果吗？那估计要115毫米、155毫米滑藤炮，或者穿甲纵深更强、动能更大的武器，才能把它打穿。保持拍摄角度。回去后，我们得分析这些巨型丧尸的抗冲击系数，看看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这么耐打。迫击炮准备，目标坐标锁定，装填完毕后立即开火。收到。这也太离谱了吧！迫击炮都只是给他挠痒痒。郑队，他们快冲过警戒线了。既然动能武器效果有限，那就试试火攻。单兵云爆弹准备。云爆弹，这可是蓝星单兵体系中威力最恐怖的武器之一。一旦引爆，数千度高温能瞬间吞噬一切，而且它在爆炸时会剧烈消耗周围空气中的氧气，形成一个持续数分钟的缺氧区域。如果它都没用的话，发射！难道连云爆弹也没用？虽然他还活着，但他的视觉与嗅觉反馈被破坏了。看来他们也不是无敌的。高温虽然无法彻底杀死他们，但可以摧毁他们的感知系统，
也就是说，火焰是能对付他们的武器。记下来，下次遭遇同类目标，火攻优先。继续投放白磷弹和铝热弹，测清楚他们的耐高温极限。这次测到的抗系数据很值钱，回去针对性研制弹药，下次再遇上就不用这么被动了。绕开巨石活动区，北偏西15度，目标星柱核心光刻场，还有10公里，出发。看来这里也没能逃过那场浩劫。6人留守车队，保持通讯，其他人跟我进去，优先找可回收的核心模块与数据存储设备。这里经历过大规模战斗，不止如此，那台主控机的结构是自我校准型量子定位系统，意思是，他们的机器能自己修正误差。我们至今还卡在5纳米工艺线上，他们已经做到连人工都不需要的全自动化生产了。真是令人嫉妒的材料和工艺。继续前进吧，前面就是主控舱了。他们的世界真是离奇，科技登天却自毁于愚昧。他们有无穷的能量，却没能点亮灵魂。生产力再发达，制度烂到根里，终究是自毁。果然不是传统激光曝光，是碳管震荡干涉阵列。从材料底层就和硅基逻辑完全不一样，他们直接把信息路径刻进了碳原子的量子振动里。这原理，我们连想都不敢这么想。启动系统虽然全毁了，但控制逻辑还在。这几块结构，足够给大夏的芯片产业趟出一条全新的路。报告，外部警戒组发现异常。对方5人穿着残破，但动作有序，暂未发现重火力。先别开火，保持距离观察。能在末世活下来的，都不是普通人。我们说不定能拿到更多情报，但也不能不防。末世人心，有时候比病毒更毒，所以接触要留后手。周阳，回来带战虎队和文字专家过去，2辆越野车接应，情况不对立刻撤。明白。他们想用黄金换水和食物。队长，换吗？换，不需要他们的黄金，直接给。我们明天就回蓝星了，这些口粮带回去也占地方。他叫徐飞，来自北方的幸存者聚集区，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交换。可以，继续问他们关于丧尸的情报。巨型丧尸还不是最恐怖的。传闻沿海地带已经出现了丧尸化的海洋生物，比陆地巨狮更可怕。看来这场灾变的规模比我们预估的大得多。徐飞他们回来了。这次收获很大，好久没见到这么干净的水了，我是在做梦吗？这罐头里面装的竟然是肉，帝国尚在的时候我都没吃过几次。这是压缩饼干，传说中吃一块就能顶1天的玩意儿，我还没吃过呢。看来这次你们运气很好啊，避难所好久没这么有活力了。我们遇到了一伙不可思议的人，他们出手非常阔绰，这些都是他们免费送给我们的，又能多撑几天了。环境确认安全，视野开阔，地势平满，就在这里返程。所有人上车，准备穿越。
出发！报告，传送门已开启，车队正在返回。确认全部车辆返回，启动全域消杀程序。快，给我接保密线，要视频，直通安全局局长于国栋。报告局长，我们有重大发现，带回了前所未见的科技信息和样本。我们之间的差距是因为那边的世界存在3种我们蓝星根本没有的奇异矿物：玄辉石、双蓝晶、零碳钼矿。您知道，我们大夏在核聚变领域已是全球领先，但仍被困于第一臂与磁约束的瓶颈，而他们已经凭借天然矿物跨了过去。这意味着有了他们的聚变堆，能长时间稳定运行。没错，而且成本更低，结构更简单，只凭这些天然奇矿就能跨越了我们几10年的理论壁垒。干得漂亮，苏博士！你们圆满完成了任务。可惜传送门维持时间太短，虽然我们记录了3种矿物的矿区，但是1分钟的窗口根本运不了矿石。我只带回了核心样本。我马上安排组织启用人工合成，优先级提至最高。这家伙太危险，下次穿越别开越野车了。不开车，那有什么？开坦克啊！把坦克和轮突都做改装，保证能进传送门。配上114式105毫米轮式突击炮，下次再遇上，直接给他来一炮。听说过 Z468 吗？是那个单兵核火箭筒，相当于50吨 TNT 当量那个预言方案。没错，你们面对的敌人已经超出常规火力范畴了。我已经批准启动技术储备，预案与底线都要有准备。报告所长，安全局那边送来了新的材料样本，优先级最高，要我们立刻检测。新的样本，什么来头？这不可能啊！这完全不符合物理规律。在上1度高温下稳定结构，还具备能量自修复特性，这是什么神仙材料？常温常压超导，简直是奇迹！用它来实现磁约束，根本不需要我们那些复杂的高温系统。自适应导电与量子共振特性。确定这不是在推翻物理定律？居然是真的！只要摸透这2种矿石的原理，可控核聚变就差最后一步了。还有这块矿石，天生就能实现量子共鸣，有了它，我们就能迈入碳基信息文明。可惜样本太少，根本不够建一座实验堆。当年人类合成出冰晶时，才打开了工业革命的大门。这3块矿石，就是我们这场能源革命的冰晶石。立刻启动逆向工程，拆解它们的晶体结构，务必实现人工合成。是。这巨型丧尸也太肉了吧！是啊，反器械狙击枪都打不穿，什么碳奇金刚？我想知道1130近防炮，给他来一梭子能不能打穿？要不直接给他来一发导弹，看他能不能防住。你们说的这些武器，单件威力都远大于反器材狙击枪，但问题是单兵带不走。那把1130近防炮装到履带车上试试。好主意，我这就安排。配上105毫米主炮，要是这都敲不开丧尸的脑壳，就是你们设计的武器穿甲能力不合格喽。可以啊，直接从越野车升级成重装火力单位了。上次那巨狮不是不怕反器械吗？这次咱不讲武德了，直接上105毫米穿甲弹伺候，看他还硬不硬。这些车可都改过了，电子防护、AI 自动装填、主动防御系统都配上了。这阵仗，怕是星海帝国当年的正规军见了都得让路。那正好，我们这次就去看看谁更硬。
全体登车，出发！要不咱找找上次那几只巨狮，让他们尝尝我们正义的主炮？先别急，确认下时间窗口。这次我们能待多久？5天，足够了。这次，我们就试试他们的防御极限。北偏西15度，发现大型目标群。全员停车，主炮校准目标。是上次那群丧尸，他们居然已经恢复了。正好，这次就让我们来试试他们的防御极限。目标：正前方领头巨狮，装填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，装填完毕。好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人类的火力。开炮！虽然没打死，但成功破防了。继续打，盯着同一点位，发射！不错，看来我们正义的主炮，永远是最有说服力的外交语言。继续开炮！我也来试试。稳着点儿，别打到无人机了。明白。原来这感觉还挺爽的。哈哈，这可是咱们的正义火力，不爽才怪。报告，目标全部清除。我想近距离观察一具。不行，这东西防御有多夸张你也看见了，谁也不知道死透没有。靠近太危险，我们得搞清楚它的骨骼结构、细胞形态、再生机制，这些数据是破解病毒的关键。总得有人做先行者。你带一辆100式过去，我们在1公里外火力待命，一有异常立刻撤，别犹豫。明白。这骨骼密度超过了常规钛钢，至少相当于200毫米厚的主战装甲。能在生物层面实现这种结构，这简直超出了演化的逻辑。烈焰小队确认锁定，主炮待命。素颜博士，你放心操作，出现任何异常，我们立即支援。明白。飞哥，是上次那些人吗？不对，上次他们开的只是越野车，现在这批人开着的是坦克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还交易吗？飞哥，他们发现我们了！报告，1公里外发现数个生物信号。确认是上次光刻场接触的幸存者小队。明白。周阳，你上次和他们接触过，你带人过去。让我也去吧，我这几天专门学习了这个世界的语言，已经可以说简单的口语了。沉默，你确认安全了再露面。收到。这种级别的武器，我还是只在帝国覆灭前的阅兵影像里见过，完全没有获胜的可能。只能希望他们不是什么丧心病狂的人了。飞哥，他们发现我们了！别慌，这个距离跑也跑不掉，看他们想干什么。真要是歹人，绝对不能暴露避难所的位置。我们朋友，不是敌人。放下武器，是他们。
他就是这群人的中心人物了。上次的水和粮食帮了我们大忙，谢谢你们。不用谢。说起来，这还是我和你们第一次见面。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这种装备我从来没见过，似乎不是帝国军的制式。我们来自很远的地方，过来探查这边的情况。这些装备都是我们自己造的。自己造的？这些武器看上去比帝国军的还先进。他们的势力得有多大？还有多少人在他们背后？那是巨型丧尸！你们竟然能击败那种怪物！巨型丧尸是毁掉星海帝国的主力之一。据说，当年在南部的焦灼平原地带，有一支5万人的部队，是帝国精英中的精英。他们全副武装，重炮齐列，结果整片防线被一群巨型丧尸彻底凿穿，在短短1天之内，全线崩溃。那场战斗中，甚至还出现了其他特殊类型的存在，他们的形态、能力各不相同。我听活下来的老兵说，那不是战争，而是屠杀。我以前待的避难所，就是被一头巨型丧尸攻破的。整个地下城只撑了10分钟，而你们居然能打倒他们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我们手上还有些黄金、宝石，还有些废墟里翻出来的老物件。我们想再换一些食物，我们避难所的粮食快见底了。没关系，需要食物我们可以给，粮食我们不缺。谢谢，真的谢谢你们，真没想到这个世界还有你们这样的人。大夏1年几亿吨的粮食，足够养活几10亿人，这点援助不足为奇，还能为我们与异世界建立信赖关系。北边废墟下面就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如果你们路过，一定要来坐坐，我们会非常欢迎你们。好。这种世界里，太善良不一定是好事。别担心，我不是烂好人。如果是我们需要的东西，我不会白白送出去。这些物资对我们没影响，但对他们来说，就是活下去的机会。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也需要接触当地人，这些人精神稳定，没有暴虐迹象，值得接触。真能建立信任，后续很多事都会方便。你心里有数就好。巨石样本全部采集完毕了，接下来去哪儿？转向东南，去灰钢矿带。采集玄灰石、双蓝晶和灵炭母矿，能带多少带多少。收到。这片矿脉能量波动极强，玄灰石纯度极高，这里以前绝对是帝国的核心采掘中心。请进。主炮装填，脱壳穿甲弹，装填完毕，开火。丧尸再强，也只是生物。人类的火力才是文明的语言。采集任务开始。这儿的玄灰石比上次带回的样品纯度高出至少3成，足够我们支撑后续的能量实验了。双蓝晶热稳定性远超预期，和玄灰石配合，完全能支撑极端环境下的能量矩阵稳定输出。这些就是通往新的科学世界的钥匙。这么多矿石足够我们进行实验了，明天就是回去的时候了。
送门的样子好像变了。这是……沉默，出什么问题了？为什么不走？我好像可以随意控制传送门的开启和关闭了。确认了，不再需要倒计时，没有时间限制，我可以随意操控传送门，随时穿越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不是偶然的穿越，这是稳定的跨界通道，是战略级突破，大夏的新纪元来了！全员整备，即刻返程，立刻向司令部汇报，传送门可控了。局长，我是素颜，重大突破！沉默现在能自主维持传送门稳定，通道时间不受限，我们可以持续向异世界输送装备和人员。啊！什么？立刻上报中枢，大夏要真正站上新世界的门槛了！老万，这说不过去啊！第一次穿越是我东部战区的人负责，沉默也是我们辖区发现的，你们西部这次抢的也太干脆了吧！哈哈哈，老贺。你这话就小家子气了。异世界开发关乎全人类，分什么你我啊？对对对，那你把3个重装旅换我3个来，我就认这格局。你东部可是大夏经济心脏，哪能让你们忙这些粗活？放心，危险艰苦的任务，我们西部来干就行。以西北荒原为起点，以异世界为目标，是为大夏开拓新的疆域，誓死无退，为大夏荣耀。算了，你们先去探路，注意安全。有事，我们东部战区随时接应。好。等我们站稳脚跟，请你喝酒。准备好了吗？地表清理完成，通信号肯定，第一区域清空，无人机群起飞。无人机群起飞完毕，矿区、废墟、峡谷、河床全部点位编号，数据实时回传。17颗卫星装载完毕，各系统自检完毕，燃料充足，轨道参数同步完成，等待指令，授权发射，倒计时，3、2、1。点火！报告，东部20公里外发现大量生物聚集反应，初步判定为丧尸群，数量3000以上，还在增加。传我命令，远程火炮部队立刻锁定目标，饱和火力覆盖，务必一轮全灭，不留活口。明白。射击株数校准完毕，覆盖区域半径2000米，无死角。准备10轮打击，全装高爆弹，发射！报告，目标区域已无活动信号。丧尸群全灭，很好，但不要掉以轻心，这些只是普通丧尸。情报显示还有巨型丧尸与异种感染体存在。传令下去，继续加强警戒。首领，外面好像在打仗。这是炮声，而且是重炮。难道是帝国残军在交战？不可能，帝国都覆灭几10年了，而且就算帝国最巅峰的装甲军团，火力密度也不及这一半，这至少是一个团的火力。无论如何，你带几个人去侦查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势力能有这种火力。明白。矿区开采必须尽快启动，但现在丧尸数量不容小觑，
不能让前线战士去挖矿。从国内再调工程人员过来行不行？调少了没意义，调多了，传送门的机密迟早泄露。这是大夏最高级别的机密，一旦外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报告首长，外面有人求见，不是丧尸，是人类幸存者。对了，我们之前和这里的幸存者建立了关系，可以请他们帮忙挖矿。带进来。我们又见面了，朋友。真的是你们！我原以为上次那支小队就是你们全部的力量，没想到你们竟有这么强的军队。我一路走进来，看见那些坦克、火炮，这样的部队，就算星海帝国全盛的时候，也扛不住你们一轮炮火。对啊，光凭你们这些铁疙瘩，都能踏平半个州了吧？夸张了。话说你们避难所有多少人？附近其他避难所情况如何？我想请你们帮个忙。你们居然还需要我们帮忙？你们到底从哪儿来？你们居然还需要我们帮忙？你们到底从哪儿来？突然出现，规模这么大，之前说话还得靠翻译。外星人？来历暂时保密，你们迟早会知道。但我可以保证，我们和你们那个腐朽的帝国不一样。我们需要你们帮忙参与矿区开采和基建。放心，我们会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工作制度就按8小时工作制，做5休2，按劳计酬计工分。做5休2，那我们一天能拿多少报酬？物资不是问题，按标准算，干1天的工分，足够换1个人1周的口粮。1天就能换1周的口粮？我是在做梦吗？不只是口粮，我们还准备了其他物资，能让你们真正过上人的日子。这些全都能兑换？那都是食物吗？帝国的粮仓都没这么多啊！电水壶，那岂不是说我每天都有热水喝了？这是游戏机，在帝国还在时我都没碰过，这里居然这么多！这些我们也能用工分兑换吗？当然，全都能换。我得马上回去告诉首领，这是我们避难所最大的机缘。听天由命吧。求求你，再想想办法。他只是出去找粮食摔了一跤，不该死的。你也知道，我们避难所能每天有口吃的就已经拼尽全力了。药物2个月前就见底了，现在我也没辙。首领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又发现物资仓库了？不是之前那伙人，他们这次足足有上万人。刚才的动静就是他们打丧尸发出来的，那重虎力比帝国巅峰时还猛。上万人，他们来干什么？劫掠？不是，他们招劳工，8小时工作制，做5休2，干活计工分，能换粮食换物资。我亲眼见了他们的仓库，连电器都有。这不会是圈套吧？把人骗过去？我相信他们，而且他们还有药，抗生素、消炎药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受伤生病他们还管治。好，让所有外出的人立刻回营，我和你带1半人先过去探路，有任何异常直接撤出来。日了，还有这种好事？开什么玩笑！工作还做5休2，帝国在的时候我们干到死都吃不饱，能有这好事儿？是啊，帝国那时候还要上缴人头税，活人被炸成死人，现在还能选工作时间，真要是假的，也值一看啊。我知道，大家会怀疑，可我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军队，他们有秩序，有火力，有粮食，有药，这可能是我们活下去的希望。我相信徐飞的判断，愿意跟我们走的举手。首领，我们信你，也相信徐哥，哪怕是死，也要一起去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带上重伤的人一起走，那边有药，有医生，也许还能救他们一命。我们一起。娘，爹爹能好吗？能的，一定能的。哪个是重伤员？立刻跟我们走。家属可以一起，放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烧退了，感染控制住了，
休养几天就能好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恩人。这真是给我们住的，不是长官们的宿舍。我活了半辈子，帝国最盛的时候都没住过这么齐整的房子。热水，真的是热水，我都忘了热水浇在身上是什么滋味了。娘，是肉，真的是肉，而且还有蔬菜。我们真的遇上新的文明了。动作慢一点没关系，注意安全。有不懂的立刻问旁边的班长。以前在避难所，大家抢一口吃的都能打起来，哪想到有一天，干活能这么踏实。这个叫碘伏，伤口先用它冲，比草木灰干净100倍，不容易感染。发烧先量体温，别乱喂草药，上报了有医生来治。这个世界的幸存者数量不少，若能妥善安置，他们会成为宝贵的人力资源。但若任其散乱失序，迟早会成为不定时炸弹。蔡逸飞和徐飞他们这个避难所，虽然生活艰苦，但依然保持着底线。他们互助分食，尚存人性。他们值得信任，也值得培养，可以让他们牵头去接触周边守底线的避难所，逐步吸纳。但那些已彻底堕落、以暴力统治幸存者，甚至以人为食、以杀戮维持秩序的避难所，就地清剿。目标 Z47 避难所，匪首丧标，屠民10人，罪无可赦。10公里外展开合围战线，优先解救无辜者，其余人格杀勿论。收到。不错不错，又骗来一波，备用口粮又能添几天了。哎，里面还有几个女人，稀缺货啊！谁敢在老子地盘撒野？带上家伙，跟我出去干死他们！那是什么？全体注意，我们代表大夏而来，不为侵略，只为带回秩序，带回人性。今晚就让这个世界重新记起什么叫文明。听着，我来这里只为3件事：公平，公平还是特苗的公平。你们这群人跟着丧彪烧杀抢掠，10人害命，血债累累。你们别以为投降就能赎罪，人命不是筹码，今天就得清算。我们被抓来的第1天，他带走了我娘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拖出来！我把他交给你们，随你们处置。饶命啊，大人！你还我娘！长官，我觉得你们不一样，你们不是来抢地盘的，是真的在救人。我想跟着你们干，只要能活下去，我什么活都愿意干。好，我带你们去新的安置区，守规矩，肯劳作，就能吃饱睡稳，重新过人的日子。大家跟我来，先登记领物资，吃顿热饭，洗个热水澡。以后这儿就是你们的新家了。干活的事不急，先把身子养好，规矩慢慢讲，只要守规矩，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于局长，我视网膜上出现了新的倒计时，3天后传送门会再次开启。我有种预感，这一次目的地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什么？新的世界？陈默，你等着，我会立刻调派郑哲他们过来。
第一次探索新世界，我们必须确保你的绝对安全。明白。这次，我们又要并肩作战了。希望这一次能见到比丧尸世界更有意思的文明。这次还是麻烦各位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出发。各组检查装备、通讯、弹药、备用氧源全部确认。如果那边空气不可呼吸，第一时间切换内循环供氧，不要犹豫。收到。雷霆小队，先行探路。环境稳定，氧气可呼吸，无敌意反应，安全。出发。环境气压正常，氧气占比略高于蓝星，可直接呼吸。辐射值在安全域之内，暂时没有发现高危病毒。这次我们停留的时间是3小时。之后应该会逐渐增加。按 A2 路线展开，分2组扇形搜索，确认附近有没有人类聚落或活动痕迹。那边在交火，全员开启红外扫描，保持掩体队形推进，沉默肃严，留中间，护卫圈收紧。明白，明白。烈焰小队前掩护，雷霆小队分2侧包夹，行动。虫灾世界，这些虫群规模不大，但判断不了源头。如果只是行星级虫灾，还有的打；要是星际级虫潮，这颗星球基本已经没救了。他们还在用传统火药武器，火控水平很一般。真面对星际虫潮，结局早就注定了。顶住！掩护村民往后撤！等等，他们在喊大下雨。大下雨？难道我们到另一个大夏了？不管是不是同根同源，先救人要紧。雷霆小队列阵，肩部自动炮火力覆盖，目标虫群后部。明白。援军来了，兄弟们上！护住村民后退，小心这群虫子反扑！昊天部队雷泽旅白红营1连连长岳伟峰，多谢诸位出手相救。敢问你们是哪个部队？我们不是你们这个世界的部队，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大夏。你说，另一个世界的大夏？开玩笑的吧？世界上怎么可能有2个大夏？可这装备，咱们最顶尖的试验型号都没这么先进啊！我知道这很难信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是刚到这里就遇上了这场战斗。这装备，这火力，要说不是我们世界的，还真说得通。报告营长，白红营1连岳伟峰，我部在青石谷遭遇一支自称来自异世界大夏的部队，刚刚协助我们全灭了虫群，请求进一步指示。你说什么？另一个世界？首长，前线传来紧急情报，青石谷出现了一支神秘部队，自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大夏，全员配备未知单兵装甲，火力远超我军现役装备。你说他们自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大夏？是。岳伟峰连长现场确认，对方全员说标准大夏语，军容纪律严整，刚刚出手救下了被虫群围困的战士和逃难村民。我觉得这是个机会。首长，你也知道，半年前那块未知陨石坠落太平洋后，海底虫潮全面爆发，虫灾从海洋一路席卷到陆地，东南沿海多城失守，西方已经濒临崩溃，就连我们也在全线收缩防御。如果这支队伍的情报属实，他们很可能掌握着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科技，说不定
是破局的关键。立刻接通前线视频连线，我要亲自和他们谈。我是大夏中枢总指挥夏浩瑞，前线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，多谢诸位出手相救。我叫陈默，夏总指挥不必客气。我们停留时间有限，再过2个小时就要返程，预计1周内才能再次回来。时间这么紧，恐怕你们来不及抵达中枢指挥部了。那就先做一次科技情报互换，我们共享现阶段的核心科研方向与技术成果，等下次再来就能直接启动联合攻关，不用从零开始。好主意，立刻整理核心科研项目资料，重点涵盖能源、武器、防御体系以及机甲技术全部概要，马上同步过来。这是我们目前的核心科研概要，资料整理仓促，但足够让你们了解我们当前的技术水平。没问题，这是我们的目前的核心科研技术。大概1小时后，我们就要返程了。陈默同志，我代表重灾世界的亿万大夏同胞，感谢你们的到来。你们带来的不只是技术，而是希望。我们同源同根，理应相助。等我回来，再谈下一步的全面合作。这不是现有物质科学能解释的，这是奇迹，是跨越文明极限的奇迹。还有合成淀粉，虫灾肆虐，耕地大面积沦陷，这项技术简直是雪中送炭。055核航母，可惜啊，现在的海洋已经成了虫族的禁区。同志们，我们梦寐以求的机甲科技体系终于能建立起来了。真的能行吗？只要玄辉石的能量密度达标，我们的反应堆设计就能实现自功能。机甲计划要复活了，雷泽计划要重启了！哇！他们居然已经走出了完整的机甲理论体系，结构、传动、操控逻辑全都有，唯一的瓶颈是能源。现有能源密度太低，机甲只能维持5分钟作战，根本上不了战场。那正好，这恰恰是我们的强项。他们有结构，我们有能源；他们有成熟的战斗体系，我们有跨代的材料。当2个世界的科技河流，机甲纪元要开启了。沈博士，您好，您在机甲控制与人机融合领域的研究，全国无人能出其右。现在国家有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，需要您来带队。我？没错，但我必须提前说明，任务危险、保密等级极高，一旦接受，您可能要在很长时间内对外消失。我愿意。异世界，这套理论太超前了，完全颠覆了我们现有的机电控制思路。原来如此，这套雷泽体系不是凭空来的，是另一个大夏在绝境里拼出来的成果。正是，他们现在正被虫灾围困，中枢决定派出一支科技小队，由您担任首席顾问，随同作战部队一同穿越，和那边联合研发机甲系统。能在有生之年见证2个世界的科技并肩，是我一生的荣幸。我接受任务。这就是传送门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沈博士，你第一次穿越，可得做好了。传送稳定，可以进入。所有小队，出发！火力覆盖区1号、2号连续开火，别让飞虫靠近弹药库。营长，
虫子攻势太猛了，3连快打光了，同志们顶不住了，顶不住也要顶！这处基地，哪怕剩最后一个人，也不能落到虫子手里。记住陈默说过的话，他们会从这里回来。人在，基地在。人在，基地在。营长，后方联络断了，援军赶不到了。怕什么？咱们守的不是退路，是希望。我们的援军到了。陈默，注意安全，这边正遭虫族进攻，我们立刻支援防线。你们终于来了！他们死守这座基地，根本不是为了守住工事，而是为了给我们腾出一片安全的着陆场。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。全员听令，支援火力覆盖前线，把虫子给我打回去！太好了，终于撑住了。多亏你们来得及时，再晚半小时，这处前沿阵地就彻底没了。岳营长，我们这次能停留5天，5天后需要返程补充资源，之后会再回来支援，足够了。有你们在，真好。前面就是001号军事基地，是我们大夏抵抗虫巢的核心防线，也是全军指挥枢纽。中枢已经下令，你们抵达后直接进驻核心区。收到，全队保持警戒，进入基地区域后，按预案展开布防。报告首长，确认对接成功。陈默一行已进入本卫界，正沿金陵公路向我方基地靠近。他们能停留多长时间？根据前方传回的通讯，最多5天。5天，那就必须在5天内，把所有能交流、能落地的技术全部打通。立刻把他们带来的资料同步到科研终端，我马上组织团队分析。这是碳基能源核心，还有双蓝鲸的稳定方程。马上召集所有机甲研究小组，把新材料参数注入雷泽机甲反应堆模型，立刻开始模拟验证。夏司令，万博士，我们带来了你们急需的物资与矿物样本，请看。这能量反应太惊人了，不可思议！世界上竟然真有这样的造物，这是真的，不是模型，不是幻象，是真实的矿物。你们带来的哪里是矿物，是希望啊！走，跟我去实验区，立刻开始能量反应测试，时间不多，1分1秒都不能浪费。战情紧张，我们只能简单接待了。司令客气了，我们都是干实事的人，不讲排场。感谢你们，跨越世界的元首。你们带来的不只是物资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相信，这场与虫族的战争，我们还有希望。不管是哪个世界，我们大夏从不向绝望低头。你们的雷泽机甲架构非常先进，但能量供给一直不稳定。虫灾环境下，短续航根本撑不住长时间战线。如果引入双蓝鲸做冷凝导流层，再配合玄辉石的聚能反应核心，能源效率至少能提高4倍以上。看，这样设计输出全程稳定，不会再出现能量波动导致的熄火问题。妙啊！用双蓝鲸的量子冷凝效应替代我们原先的聚能管道。我们之前用星辰钛合金强行承压，导致能量损耗严重。现在这个思路简直是完美互补。你们的星辰钛合金强度高，延展性好，如果在表面附一层零碳钼矿纳米膜，不仅能大幅提升导电率，又能实现战斗时的自愈负荷。如果真能实现，那这不只是机甲，而是一种具备生命特征的战争兵器。
我们一直都在追求这个目标。成功了，能源系统融合成功。从今天起，雷泽机甲真正拥有了心脏。你们的星辰钛合金真是不可思议的材料，硬度惊人，耐能量冲击，还能兼顾柔韧度。说实话，我们那边根本造不出这种金属。等我们回去，能带一些样本走吗？当然没问题。虽说星辰钛在我们这儿也极为稀有，可比起你们援助的能源技术，这点东西不算什么。放心，我们不会多拿。你们这边还要抵御虫灾，我们只取少量样品用于预演，等虫灾平息，再由我们正式签署长期合作协议。好，那就等我们平定虫灾的那一天。一定会的。报告，虫族主力在其东南要地防区，虫群规模远超以往，疑似出现新型重甲种，第3防线请求增援。防守情况如何？非常不利，重甲种甲壳能硬扛155榴弹，第3防线正在被压制，预计最多10分钟就会失守。报告司令，再有10分钟，雷泽机甲原型机即可完成最攻调试，能源核心稳定率已达标，我们可以直接上战场验证实战性能。好，传我命令，告诉前线，20分钟后援军必到，预备队全体出发，全程火力掩护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让那条防线垮掉。是。温控稳定，无异常变动，机体神经同步系统接通，延迟低于5毫秒。快点，再快点！前线的战士们在等着。雷泽机甲原型机系统就绪。终于能动了。通知司令部，雷泽机甲随时可以出征。明白，立刻安排岳伟峰前往机库。这就是雷泽机甲。没错，整机采用星辰钛合金主骨架，外层负零碳母膜，防御力与韧性兼顾。核心是新型聚变反应堆，高强度作战状态下也能持续运转整整1星期。武装主武器是右臂高能激光炮与左臂动能磁轨炮，近战则配备星辰钛巨斧，一击就能斩碎虫族重甲。了解，系统数据我已同步，接下来我将以机甲形态出击。能源系统启动，神经同步率98%，武装模块全部解锁。雷泽机甲出击！火力全开，拦不住就用榴弹抵近压制。报告，弹药只剩3成。该死的，那东西挨了一发155还在动。就一句话，人在阵地在，退一步都不许。所有人注意，优先打重甲种关节，那是他们的弱点。啊，连长，防线要被突破了，稳住！向基地报告，我们还能撑。滚回去！弹药快没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刺刀。啊！是机甲，我们的机甲来了！放心，援军到了。目标锁定，出击！目标：虫群密集区，能量汇聚，发射！
来呀，你们这群虫子！这就是我们的大夏机甲！天啊，我们人类有救了！雷泽机甲，干得漂亮！这战力太强了，只要能量供应足够，雷泽机甲就是人类对抗虫族的终极壁垒。只要能批量制造，你们的文明就稳了。若是和平年代，大夏有完整的工业体系，雷泽机甲的量产自然不在话下。可现在，虫灾爆发后，全球供应链早已崩溃，我们连最基本的制造线都难以维持，更别说大规模机甲生产。更关键的是，雷泽机甲需要高强度的神经部适配者，岳伟峰营长已经是难得的人才了，想找到其他适配者，难如登天。如果是供应链问题，等传送门可以长时间维持，我们那边可以直接帮你们制造核心部件、能源组件、装甲模组，我们都能供应。至于神经同步者，我们那边也能协助筛选，挑选那些意志坚韧、不惧牺牲的人，送来你们的世界，成为真正的机甲骑士。你们愿意帮我们？同为大夏人，不分世界。我们不只要帮你们活下去，还要一起把虫灾彻底终结。那就拜托了。异世界同胞有难，我们不能只是袖手旁观。经中枢正式批准，代号雷泽计划，即日起全面启动。项目核心目标为搭建完整的机甲制造链与配套能源体系，由全国科研院所与军工企业联合体协同执行。关于机甲制造上，目前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驾驶员太少了，经过全军检测几百万人里，才筛出几十人有资格，这比例连1/1000都不到。机甲驾驶果然不是普通人能承担的。要不我们扩大筛查范围，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全面检测。全面检测声势太大了，会引起外界猜疑。那我们能不能换个名头，以全国免费健康检测、升级国民健康数据库的名义推进，名正言顺，不会引起额外关注。好主意，就按这个方案执行。所有检测数据直连中枢加密服务器，严禁任何单位与个人外泄。接下来，雷泽计划正式启动。还能有免费体检，我早就想带家里人去体检了。不过这多了个神经反射与脑波共振测试，以前没有啊。管他呢，免费的还能多一个项目，你还要啥自行车？近期全球稀有金属价格持续走高，业内将原因指向大夏的大规模采购。目前外界普遍猜测，该国可能正在推进下一代战略装备研发。没有人知道这套项目的最终形态是新一代战机，还是某种规模更大的装备系统，至今仍是谜团。告诉我，大夏到底在干什么？怎么突然全国总动员？一副要打星际战争的架势。大夏正在推进一项高度保密的大型科研项目，对外公开为第6代空乘机研发计划，但他们调动的资源规模远超常规装备项目。你们怀疑他们在造什么？目前无法完全确认，有分析团队认为，不排除他们刻意释放装备升级的假象，诱使我们加入新一轮竞商，以此消耗我们的国力。哼，我才不会上当。不过以防万一，传令能源部与盟国限制对大夏能源出口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嚣张多久。能源出口限制政策落地后，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，国际油价短时大幅上涨，全球主要股指普遍承压。市场分析普遍认为，这次博弈引发新一轮能源与科技领域的深度调整。这是什么操作？七伤拳、自爆流，
他们这是典型的自己不想过，也不想让别人好过，以为卡能源就能卡住我们，怕不是还活在20年前的剧本里吗？既然对方帮我们选了时机，那就不用再等了。细河核聚变发电厂正式批准点火，本周面向全球同步直播。是。终于来了，我们主体工程早就完工了，各项参数都验证了3轮，就等这一声令下。他们想掐我们的油，那就让全世界看看，大夏不靠油也能点亮未来。立刻启动点火筹备程序，所有岗位全员到岗，所有应急方案全部复核3遍。这把火我们要烧得稳，烧得亮，烧给全世界看。核聚变商业化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前脚能源限制，后脚直接亮出核心技术，这波太提气了。什么？他们要点燃核聚变？核聚变商用点火？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。我们连实验级稳定都没做到，他们居然直接商业化点火。总统先生，据我们的分析，他们似乎早就在秘密建设，只是一直没公开。我不信，这一定是虚张声势。几十年的技术鸿沟，不可能一晚上就可以填平。给我派特工、黑客、情报组，无论用什么手段查，我就要一个结果：他们的核聚变是假的。是，不可能的，这可是人类能源史的奇迹啊！我们几十年都只停留在论文和模拟阶段，他们怎么可能做到？反应堆冷却系统稳定，磁约束装置启动，点火程序执行。执行。西河核聚变点火成功，等离子体稳带运行，输出功率达标。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，这是人类的新纪元。他们真的做到了。今天起，核聚变让全国人都能用得起电，所有人都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了。多亏了你啊，沉默，不然我们还得被卡几十年的脖子。我只是开了个门而已，真正让这一切变成现实的，是无数个努力的人。这一切是属于大夏所有人的光。那些人差不多可以安分了，接下来我们将全力支援另一个大夏。报告指挥部，机甲核心组件、特种矿料、后勤补界全部装载完毕，运输车队待命。收到，原地待命，传送门稳定后即刻起运。这好事现在才来找我，一整支部队去对面作战，家里这空档，你们俩可得把门关紧，别等我回来，家让人摸进来了。放心，守家我们有的是办法，你只管把那边的防线扎稳。真有人敢在门口挑事儿，我们就露2手硬的，管教他以后想都不敢想。要说凶险，还是你那边更难，直面虫族世界，万事小心。我们把能送的都送过去，你们把能守的都守好，各自尽责罢了。放心吧，所有人都准备好了。这次我们代表的是大夏的脊梁，一定要给那群虫子颜色瞧瞧。你们来了，就你们2个？当然不止了，传送门已经可以稳定下来了。这次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一个惊喜。
惊喜。神威之师，随我前行。真是太感谢了。这边的传送门接口修好了，以后不用跑远路了。这些难道是雷泽机甲的零部件？时间太紧，我们那边的生产线只感知出足够组装5架机甲的部件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们居然能完成5架！你们那边的大夏真是强得令人敬畏。若我们这边的供应链没被虫灾撕裂，也许也能并肩同行。我们本就是并肩的，只是隔着一扇门而已。这些都是，这是我们那边大夏的军械援助，武器、弹药、能量补给、机甲部件、应急医疗设备也在后面车队里，能送的全送来了。有了这些物资，那群虫子死定了。我还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武器呢，就拿那群虫子试试手。谢谢你们，大夏不会忘记这份恩情。警告！西南方向发现大规模虫群，数量超过100万，正在逼近防线。糟了！夏总指挥，西南防线由我们大夏神威之师出战。不行，不行！你们远道而来援助我们，我不能让你们去最危险的地方。危险？那又怎样？纵使我们来自不同的时空，但我们同为大夏人，同宗同源，同血同脉。既然肩负大夏之名，那就一起守护未来的黎明。好，我带西南防线的全体将士，谢过葛司令。神威之师，出击！是。队长，弹药快打光了！坚持！队长，告诉俺娘，俺不是孬种。虎子，你干什么？回来！虎子！指挥部，我们快守不住了，西线阵地被突破了3层，请指示。现在我们哪儿还有援军啊？我是大夏中枢最高总指挥夏浩瑞，援军已经出发，10分钟内抵达你们战区。听见没有？援军马上就到，所有人，给我守住这道防线！全军听令，展开战斗队形，目标西南战区虫海正面20公里处。所有重炮阵列都给我准备好，火力全开，开炮！是。援军还能赶上吗？队长，你听，来了，我们的援军来了！自从虫灾爆发，供应链崩溃，这种撼天动地的饱和火力打击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了。队长，虫海又涌上来了！天旋重装旅
派出酸泥合成营，立刻前往支援前线，炮火支援不要中断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他们的虫多，还是我们的炮多。是。哈哈，你们这些畜生也有今天！光靠这些火炮，怕是顶不了太久啊。队长，我们的援军来了！什么？我是防守此处的队长，万应天。神威之师，酸泥营营长，萧炎泽。神威？我从没听过这个。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大夏。呵呵，管他哪个世界的大夏，能来支援我们就是兄弟。这虫族真是阴魂不散啊！传我命令，炮火战线整体后移2公里，给我用温压弹。司令，这一轮打下来，弹药消耗太大，恐怕会……弹药的事不用担心，大夏的全力后勤支援可不是这群虫子能消耗的。告诉炮兵，今天我要让这群虫子吃个饱。我靠，这火力也太凶残了吧！你们这炮弹是吃了核反应堆长大的吗？这可是温压弹，燃料云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燃层，2次爆炸的高温和冲击波能把整片区域的氧气都吞干净。这要是能活下来，那真不是碳基生物了。还好啊，还好你们来得够及时，感谢你们，你们真的救了我们。夏总指挥，你我同根同源，都是大夏炎黄子孙，真正该被感谢的是前线那些拼命的战士，他们才是托起这片土地的脊梁。是啊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可惜现代火力对虫群的影响还是太弱了，等你们送来的机甲组装好，形势就能逆转了。全辉石电容单位抬去第2实验间，小心震动。双蓝晶导能管，先预热到300度再对接，差1度都不行。加把劲儿，每快1小时，前线就少牺牲1个人。这就是我们的奇迹。雷泽机甲，出发！再坚持一下，新机甲一到，防线就能稳住。我能撑，大夏还能再战。岳哥，你撤吧，这儿交给我们。你小子当我傻的？我撤了，你们就成虫族的活靶子了。岳哥，你真不能再打了，机甲操纵员太稀有，大夏需要你活着。我看不得你们替我牺牲，我们同生共死。前辈，我们来支援了。你们终于来了。岳哥，你先歇会儿，前线交给我们了。炎黄不倒，大夏不变。这些人都是英雄啊，但英雄也得有人救。院长，止血针、看染医药都见底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很多重伤员都撑不过今晚。那就去周边医院调，哪怕挨个上门求，也要弄来点药。大家都一样，前线伤员都往后方送，谁都没多余的药可分。
连我们医护都要被困死在这场虫灾里了吗？报告，医用物资已送达，请立即接收。里面有血浆、麻醉剂、抗生素，还有大量外科医疗器械。真的，送来了。是，首长命令，前线战士不能倒，后方伤员一个都不能丢。太好了，有救了，我们的英雄有救了。树叶上，别怕，兄弟，有药了，你能活。没想到，我竟然还能有喘口气的日子。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我们联合在了一起。是啊，多亏了你们送来的物资，我们才稳住了防线。我们会尽快恢复本土产业链，等机甲形成规模，防守虫灾就会轻松得多。对了，我们这边的星辰钛合金对你们那边帮助大吗？那可真是太大了。我来前听说，样品已经送到了大夏飞机工业集团，估计那帮搞航空的工程师，估计下巴都要掉地上了。五代机确立空优霸权，超隐身、高音速巡航、超机动、超视距作战、超信息化，已经实现量产。6代机重塑空战形态，6大革新指标，它不只是飞行器，还是空中智能节点。我们的机体已下线，正在做关键验证。可现在，上面要我启动7代机预演，力压6代机。6代机已经做到了超预见控制，还能压在哪儿？进。于总师，我们受命前来交付一批绝密材料。这是星辰钛合金，来源绝对保密，涉及最高级别机密。极限强度，抗腐蚀、耐磨性都接近理论上限，开什么玩笑？这材料根本不该存在啊！这已经违反了材料学。好，太好了！有了这材料，7代机就不是梦了，它能飞得更高、更远、更快，能突破人类认知的天花板。这不是普通的技术突破，这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票。这就是我们的7代机预研方案，代号白帝。这是战机，这都已经不是飞行器的概念了吧？非牛顿力学机动、预变功能、AI 自进化系统，这些根本无法在现阶段实现啊！马赫20的巡航速度，常温超档磁约束反应堆，他把所有我们还在写验证报告的东西全都塞进去了。我提议停止6代机项目，所有资源优先级、设备、人力，统统向白帝倾斜。等白帝一飞，6代机那点性能算啥？对啊，再多造几架，不就是未来的老古董吗？老张，你说我们是不是没必要再对那几架测试机藏着掖着了？可不是嘛，再藏也没意义啊。白帝一出来，6代机这点性能就跟纪念品似的，那我们就拉出来溜溜。您好。啥？空6？我们什么时候有空6了？而且是直接参加航展？我明白了。对，原空5表演档期改了，临时增加空6展示环节。空6？我没听错吧？快点把工作搞定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去看空6长什么样了。真的假的？别拿舅舅党当幌子忽悠人。我赌一瓶，这次又是模型骗流量。派2架空5，再加4架空4，到他们空域附近巡航，给他们一点压力，让他们知道，即使能源比不上他们，我们的空中优势依然存在。就定在这周行动，战机必须准时起飞。是。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他们那边宣布了，他们要在近期的航展上展示空6。什么？空6？开什么玩笑？
我们连完整的方案都没画完，他们已经飞起来了。空六，没搞错吧？他们怎么进步这么快？他们天天卷谁呢？空六都搞出来了！天啊，这还是现实吗？要不要等他们航展结束，看看他们是不是虚张声势，我们再决定巡航行动？算了，他们会随便放出消息的。这时候我们派飞机过去，只会成为小丑。空六，看来我们带回去的材料起作用了。不过这么急就要展示吗？我们现在的压力已经减少很多了，你那边的世界也值得你去看看。也罢，该回去了。只是有时候感觉，我只是个开门的。不要小看你自己，没有你的传送门，我这边的世界不知道还有几人能安稳过日子。谢谢。这段时间你好好休息吧。听说你对珠海航展挺感兴趣。是啊，我还在想，是不是和我带回来的那些材料有关？是，也不是。不过没必要瞒你了，我们已经不只是在造空六，借助你带回来的材料，我们已经在尝试制造空七。空七？我连空六都没见过呢。所以啊，那些还处于保密状态的空六，也就没必要藏着掖着了，正好拿出来亮一亮。这波亮相，怕是得直接给外面的人按出心梗吧？那正好，让他们清醒清醒。现在的空中已经不是他们的天下了。又见面了，老郑。放心，我全场负责你的安全。快看，飞机！真帅啊！感谢飞行员为我们展示的跃龙升。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隐形舰载机。这是落叶飘。漂亮！接下来将是我国全新一代战机的首次公开亮相。那是3引擎、5尾翼，飞翼不举。那边还有半飞无人机。那不是模型吧？真在飞？这种气动不久，飞控系统怎么稳得住啊？这不是幻觉吧？一次性亮3种，我们这是把家底全掏出来了。按气动学原理，这机型根本飞不起来啊！稳定性推力比气流分布全部合理，大夏是怎么做到的？这6代机真是漂亮啊，就是生不逢时。一次性曝光3种6代机，这日子不过了。这日子是不需要过了，毕竟咱家还有个7代机白帝呢。这不可能吧？他们一次性展示3种型号，那气动外形太离谱了。他们在气动布局上到底领先了我们多少年？当初他们连我们引擎的影子都够不着，现在我们连他们的尾焰都看不见了。你看那隐身外形，那种反射角度无锋猛皮，隐身性能绝对是顶级的。还有动力系统，他们真能做到那种适量控制？我们和大夏空中力量的天平已经彻底倾斜了。真美啊！有这样的战力保障，我们终于能不再受人欺负了。多亏了大夏，我们的希望城终于建成了。
我们也是时候该重新点燃文明的火光了。你可算回来了，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今天正好是横流聚变能中心正式点火重启的日子。这么快，我才走了几天，居然都到点火阶段了。这里的人拼得很，知道这东西是他们文明的根，昼夜轮班不肯歇。我们的工程师也倾囊相授，进度比预想快了整整半个月。我年轻的时候，这地方是禁地，靠近一步都要掉脑袋。想不到啊，还能看见它为我们普通人亮一次。一定要成功。蔡先生，所有参数复核完毕，具备点火条件。按之前说好的，启动指令由你们来下达。聚变点火程序启动，磁约束装置加载，等离子体注入。聚变稳态运行确认，输出功率达标，横流蓄变能中心重启成功。亮了，真的亮了！我们自己点亮的。恭喜你们，从今天起，希望城真正有自己的心脏了。这是我们星海帝国曾经的骄傲，我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它重新亮起来了。我以前总觉得传送门、物资、武器最重要，可今天才明白，真正能撑住一个文明的，从来不是这些，是尊严，是普通人能抬起头过日子的底气。这束光照的不是塔，是人心。萧修文已经在大陆中部压制了90%丧尸，希望城的局势稳定，我们继续大规模驻军意义不大。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。从现在起，大夏只留一个合成营，负责传送门安全与信息交流，其余部队准备回国。沉默，你们真的要走了吗？是啊，你们的希望城已经能自立了，我们留在这里太久，反而会妨碍你们成长。从现在起，你们不再是被援助者，而是并肩的伙伴。我们只是还没准备好，没有你们指导，我们怕走歪了路。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？放心，大夏还会留下一个合成营，守护传送门的同时，也方便随时沟通。我们的合作不会中断的。这里面是我们的一些建设经验，治安、教育、工业规划都有，我们吃过的亏都写在上面了，希望你们少走弯路。这可是你们的大夏治国宝典，红宝书在手，发展无忧。收队，准备回国。希望城的朋友们，我们走了。大夏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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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的明天，靠你们自己去守。全军听令，出发！是。我激活传送门后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它上交给国家。全员进入就位状态。坦克分队已就位，装甲分队已就位，无人机编队已就位，出发！
妈妈，我们会没事吗？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没事的。该死！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现在的生活，又要被毁了吗？当年帝国那么强盛都被灭了，我们能怎么办？是大夏，大夏来救我们了！同志们，大夏从不会放弃任何一位朋友，为了我们的朋友，冲啊！大夏万岁！大夏万岁！大夏万岁！这里是指挥中心 ，AI 识别系统检测到异常目标，正在上传数据。东部那边的反应堆居然被激活了，新的皇帝出现了。老东西，你说，怎么你这样的吸血鬼杀了一个，怎么又来一个？算了，杀了就是了。不行，我已经造下了无边杀孽，不能再出去了。当年我们放任丧尸围城席卷大陆，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。哼，都成丧尸了还关心人类呢？你忘了，就是因为妹妹出行玫瑰，她就以不敬之罪把我们丢进丧尸笼子。贵族们看着我们绝望，那该死的皇帝笑得最开心。是啊，皇帝都是敌人。可上次我们放任尸潮，结果是什么？大量平民被波及，根本分不清敌我。不能再这样了。你就不能灵活一点吗？这次只带精英，定位目标，干掉皇帝就走不就行了？没错，这次我们只杀皇帝，但不能再制造不分青红皂白的惨剧。我们的敌人是皇帝，不是和曾经的我们一样的人民。这次不是屠杀，不需要普通丧尸包围武装力量，只需要高阶丧尸配合我完成斩首行动。差不多可以了。虽然我一个人也可以攻入皇城，但是要让皇帝跑了就麻烦了。出发。指挥中心 AI 识别系统检测到了异常目标。报告情况，监测到一支特殊丧尸群，数量约上千，但个体差异极大，而且所有型号均未在数据库中出现过。领头的那个体型与普通丧尸相近，但全身覆盖金属光泽角质层，动作协调，并且在有意识地发出指令。我们怀疑他就是这群丧尸的头领。第一种，背部长出外壳刀翼，移动速度极快，推测可短距离滑翔突袭。第二种，体表骨骼金属化，肌肉钢化，身高5米以上，立场冲击波可击碎混凝土结构。按他们的前进速度，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突破第一道防线。全员进入1级战备状态。这群东西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高阶丧尸，他们的威胁不下于巨型丧尸群。各单位立刻进入战斗阵位，所有火炮预热，战机升空待命。敌袭，高阶丧尸群正向希望城方向移动，请所有民众立即进入地下避难。重复，所有民众立即进入地下避难。
高阶丧尸群怎么会从帝国灭亡后就没出现过了？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又只能离开家园逃跑吗？快，没时间了。同胞们，曾经的皇帝压迫我们，夺走我们的尊严，后来丧尸潮来临，把我们的家人、家园全都吞噬。现在，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城市，我们的核聚变中心亮了，我们的碳基芯片工厂也复活了，这是我们自己建起来的奇迹。可现在，那群怪物又来了，他们要毁掉我们的希望，毁掉我们刚刚重新站起来的尊严，我们能答应吗？不答应！我们也许不如大夏战士能打，但我们能搬运弹药，能运送补给，能加固防线，让大夏的战士去正面战斗，我们来守护他们的背后，消灭丧尸，保卫家园！消灭丧尸，保卫家园！杀了一个皇帝，又冒出一个新的，算了，等着我来解救你们。这次得控制好了，不能乱杀人。是你在看我吧？哼，烦人的东西。等等，他好像注意到我们的无人侦察机了！我操，他把丧尸当导弹一样扔出去了！怎么可能？他居然真丢中了！这丧尸有点逆天啊！上边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。算了，杀皇帝要紧。这丧尸居然能对侦察实施反制，这一点我们严重低估了。还好他们处理不了卫星侦察，我们还能掌握他们的动向。领头的丧尸不简单，他能把那个丧尸以高音速的速度抛出，正面撞击下，我们的武装会直接被碾碎。以这个速度从投出到抵达8000米高空，瞬间爆发换算下来，相当于上千万吨级物体的冲击力。堪比上百艘超级航母的满载质量啊！这怎么可能？他靠什么驱动这股巨力？体内有类似核聚变的能量机制，他还是碳基生物吗？立刻对目标进行空中打击，地面部队立刻就位，强化防御阵地。所有单位全部准备就绪。出击！居然还有飞机，感觉比之前的危险一点，但应该不多。要是早知道对面还有天上这种东西，我就带会飞的丧尸来了。再放任他们下去，人类只会被灭绝。我们目的明确，干掉皇帝，杀到这片土地上，没人再敢称皇，没人再敢奴役普通人。这些炸弹有点麻烦啊。当年皇帝放氢弹，你不也扛过去了吗？就这些炸弹，你就怕了？蚊子在你耳边叫你不烦吗？这可是炸弹啊，吵死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他们还是碳基生物吗？我们撤不撤？不撤就完蛋，我们要被团灭了！不行，不能撤。先不说这里珍贵的矿石，这里还有这些人，他们好不容易聚拢起来，刚恢复生产。我们要是走了，就是把他们丢进丧尸的虎口，是抛弃。这里又不是我们自己的世界，没必要为陌生人牺牲。他们是人，我们帮过他们，他们把希望城当自己的家。倘若势不可为，实在不行，就带着他们一起撤离。报告，前线有很多原住民自发参与运输战备物资，他们在搬弹药、修掩体、运送补给，他们全都来了。
继续打吧。立刻向大夏中枢申请，必要时刻允许投放氢弹打击。第二波打击，先用温压弹撕碎丧尸的冲击阵型，接着全弹银离子岩炸弹，靠爆炸力与电灵效果压制他们的行动，最后用金属氢炸弹收尾。他们快进战区了，第二波打击开启。挺厉害的嘛！加速，冲到那群守军面前，我要亲手剁了他们，看他们还怎么喊！不行，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皇帝。别伤无辜的平民战士，他们也是被奴役的同类。懦弱，你当时沉睡时，全靠我把那群人解决了，不然怎么杀得了皇帝？那代价呢？多少村庄变成烂泥，多少孩子成了孤魂，灭了人类，文明毁灭，我们所谓的胜利也毫无意义。丧尸也需要文明吗？没有文明，所谓丧尸的未来也只是空壳。我们要的是秩序，不是灭绝。好，为了文明，别让新的皇帝影响我们的未来。这怎么可能？居然一点用都没有！这群丧尸的防御远超预估，我们的火力对他们只有皮毛损伤。虽然被命中要害的倒了几只，但整体战斗力几乎没受影响。等丧尸进入合成战队射程，我们真能把他们逼退吗？这群丧尸明明坐拥中部一级尸骸，全推过来就是碾压，为什么只带了1000多精英过来？因为他心善？可能他自信，觉得1000多精英就能灭掉我们。不对劲，而且你们看，他们行动明显避开了周围的避难所，他们的目标太明确了。从领头丧尸的指挥方式看，他不像只凭本能的怪物，有组织，有目标，有节制。某种程度上，他有智慧。有智慧，就代表我们可以和他沟通。和丧尸沟通？开玩笑吧，这计划太疯狂了。我看，还是直接用更强的武器解决他们吧。这是最后的底线，我们还有别的选项。不是所有事都只能用武力解决，而且他们明显是避开了其他避难所。他们不是为了屠杀而来。先派一支小分队上前接触，侦查加谈判，弄清楚这领头的丧尸到底想干什么。若对方嗜杀无辜，目的就是灭绝人类，谈无可谈。我们立刻执行全员撤离计划。一飞、许飞，我有事和你们说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，我们能帮上忙一定帮。这次来的丧尸不一样，强的不合理，常规武器几乎无效。我们怀疑他们的头领有智慧，甚至在指挥整支狮群。有智慧的丧尸？是，所以我们决定派一支小分队去接触试探，能沟通最好，若不行，我们就必须准备撤离。撤离？你们要走了吗？放心，我们不会丢下你们，会一起带走。可是这里是我们的根呐，以前我们被驱赶、被奴役，现在第一次获得了自由，我们就算活得苦点儿，也不想再逃。你们要派小分队去谈，那就带上我们。能谈，我们一起谈；不能谈，也该我们先死。对，我们星海人不是懦夫。若这真是最后一仗，我们和你们同生共死。那祝我们好运吧。真的很感谢你们大夏的元首。再往前，你们就下车吧，我们2人去就行。哪有让平民冲在前头，我们躲在后面的道理？我们是大夏军人，走到哪儿，旗就插到哪儿。他们想谈判，谈判？无聊，感觉这场游戏快要没意思了。这一次，让我来谈。
行行行，听你的，谁让你是主意识呢？他们没动手，看来我们还有机会。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我是为了拯救你们。拯救我们？你一个丧尸来拯救人类？对啊，当年那个皇帝就是我带着狮群杀的。从那以后，你们不就没有被压迫了吗？是，皇帝的确没了，可是代价呢？那时候我们多少人死在尸潮里，多少人变成你这样的怪物？我不否认，我杀的太多了，那是我的错。所以这次我学聪明了，我只带了少量高阶同类。我不想毁灭，我只想杀掉新的皇帝。我来是为了解放你们。救世？你觉得杀光统治者就是救世？没错，你们不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，不需要一个靠吸干你们血肉活着的神。没有他们，你们照样能活下去，能活得更好。可问题是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。什么？已经没有皇帝了？不可能，你在骗我。没骗你，皇帝死后帝国崩塌，如今我们靠自己在废墟上重建家园，连横流聚变能中心和星柱光刻场都已经修复了。等等，横流复变能中心是在没有皇帝的压迫下重启了？是，没有压榨，没有命令，就靠你们自己干成了。是，我们靠自己的双手。大夏小队，全体警戒！你们在骗我，是不是那狗皇帝派你们来的？你们在为他们说话？我没骗你，真的没有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去问那边的人。希望城里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生活，他们不靠皇帝，只靠自己的双手。希望城，那是你们建立的城市？是，名字就叫希望城。你们最好没骗我。要是我知道你们骗我，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我们没骗你，你去希望城看看，去问那里的人，看他们是不是都在为了自己的明天努力。好，那我就亲自去看看。报告，前方小分队传回消息，那只丧尸，他说他来是为了杀皇帝。什么？我们哪来的皇帝？而且那只丧尸的移动速度，10分钟不到就跨了近100公里。什么玩意儿？他是丧尸还是洲际导弹？我来是为了斩杀、奴役你们的皇帝。这2个人告诉我，你们已经没有皇帝了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，都在为了自己的未来而战。我想知道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原来如此，我说怎么还会出现皇帝？你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我希望星海帝国的人站出来告诉我，这些外来的人是不是在奴役你们？怎么可能？大夏战士是我们的救星。对，是他们教我们识字，教我们修机器，让我们重新能靠自己吃饭。是他们让我们明白，我们是希望城的主人。没有他们，
我们早就死在废墟里了。你休想用暴力毁掉我们的未来。我们不信皇帝，我们只相信自己。原来如此，这大夏人真厉害啊！哪里厉害？我感觉也就那样。我一个喷嚏都能灭了他们。你不懂，我们当年用暴力杀死了皇帝，却救不了人民，而他们用信念彻底埋葬了皇帝。那确实，行吧，算他们厉害。没想到啊，丧尸里居然还有把解放人民当使命的。这位是我们星河人永远的朋友陈默。你好，这位朋友。我有名字，我叫萧修文。很惊讶吧？虽然我已经变成这样，但我仍记得我是谁。我只是一个被皇帝奴役、压榨、践踏的普通人。我的家人全都死在他的命令下，全部被变成了实验体，连骨灰都没剩下。而我在某一刻醒了，我发现我的身体已经不再是人，而我的脑海里多了另一个声音。什么另一个声音？呸呸呸，真难听！我有名字好吗？叫我靓仔。好的，靓仔先生。是，靓仔。在我那段浑噩的时期，是靓仔掌控了我的身体，他以我临死前的执念为动力，发动了席卷整个帝国的尸潮。当时星海帝国的3大主力军被靓仔率领的高阶丧尸军团团灭，3天就能覆灭一国的主力，那根本不是战争，是天灾。最后，我们攻入皇城，皇帝死在了宫殿里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被感染成了丧尸。可惜，那老东西没能觉醒意识，死得太轻松了。那之后，尸潮彻底失控，90%人口被感染，人类几乎灭绝。当我真正苏醒的时候，看到的只有火海、灰烬，还有绝望。我们只能让所有丧尸退入大陆中心，限制扩散。这是我们能为人类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我不会说杀了皇帝是什么功绩，也不会替自己开脱。我只想做一件事，让这片大陆再也没有皇帝。今天，我感受到了核聚变能重新启动的波动。我以为又有新的皇帝诞生，可没想到，原来是你们让人民觉醒了。你们让他们相信，自己才是命运的主人。这远比我当年的暴力更伟大。谢谢你们让我看见了真正的自由。我该走了。哎，走了，人家可是很亮的。再见喽，异世界来的朋友们。这丧尸挺有性格呀。他叫萧修文，是一个被帝国毁掉的可怜人。这次我们是真的可以回去了吧？那当然，萧修文控制住了所有丧尸，我们也不用担心有丧尸群突袭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回家。向英雄们敬礼！敬礼！英雄们，欢迎回家。
宫岩峰以及所率领的战队，在跨界援助星海世界行动中，成功重铸秩序，稳定局势，为大夏的珍贵物资与星海文明的文明传承提供至关重要的保障。特此嘉奖全体授予黎明之光勋章1枚，以资鼓励。授予在跨界援助星海世界的行动中，参与救援、重建与文明传活者。青丘战队、烛龙战队、烈山战队全体战士，鉴于你们在跨界援助行动中的卓越贡献，特批10天假期，回家好好休息吧。10天假？真的放假？不是战备值班？我要回家啦！你们是跨界救援的英雄，但首先，你们也是儿子，是丈夫，是父亲。国家会记住你们的功勋，也要让你们重新拥抱自己的小家。兄弟们，回家吧。是。宫岩峰同志，你率领的青丘、雏龙、烈山3支战队出色完成任务，经中枢研究决定，将其整编为新的重装战队——神霄战队，由你亲自担任队长。为大夏赴汤蹈火，义不容辞。雷泽机甲特战队已正式编成，目前共有500人，其中200人将划归神霄战队，由你直接指挥。这么急就组建新部队，难道是虫灾世界那边出问题了？没错，虫灾大夏那边最近虫潮变异加剧，防线压力极大，我们派过去的人已经快撑不住了。综合评估后，我们决定立即加派神霄战队跨界支援虫族战线。你的任务就是协助虫族世界的大夏抵御虫族。神霄战队听令赴战，保障完成任务。宫岩峰，你这一去不只是救援，更是一场关乎2个世界命运的战争。沉默，你距离开启下一个世界的传送门还有多长时间？72小时。那你可得好好准备一下。我们这次可是给你们小队做了全方面装备升级。是。这就是我们的战士，只要有需要，他们就会出现。同志们，星海帝国的援助任务，我们完成得很出色，但现在新的战斗开始了。虫灾世界的大夏正遭受虫族的入侵，而我们的人已经鏖战不少时日。我们能眼睁睁看着自家兄弟苦战到底吗？不能。我们能眼睁睁看着虫族在另一个大夏的土地上肆虐，屠戮大夏人吗？不能。本次作战，我们不再孤军作战，我们有全新的体系支撑。雷泽机甲特战队破晓将与我们并肩作战。他们是先锋，是盾牌，是新纪元的利刃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：把那些该死的虫族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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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告，西北防线虫群密度上涨20%。3号重炮群高爆弹库存低破警戒线，调机动预备队顶上去，让东南线撤下来的雷泽小队立刻驰援西北。夏指挥，东南线的机甲损伤过半，驾驶员都还没休整。夏指挥，传送门激活了，另一个大夏的援军到了，整整1个战队，还有1支200人的雷泽机甲小队。走，立刻去传送门接待区。你们来得太及时了。客套话不多说，虫族当前态势如何？我们从哪条战线切入？之前葛星泽队长带神威战队驻守西南，加上你们援助的机甲组件，我们勉强稳住了3条主防线。但3天前，虫群突然变异了。低阶虫族里进化出了中阶个体，
外壳硬度是原先的3倍，轻武器完全无效。255毫米重炮得饱和覆盖3轮，才能勉强破防。常规炮火效率爆颠，只能靠机甲近战斩首。但你们的机甲数量撑不住全线消耗。这还不是最糟的，虫族改主攻方向了。东北防线原本是靠地形和炮阵勉强支撑，现在虫群主力全往那边压，守阵地的兄弟们已经鏖战2天2夜，已经快到极限了。神霄战队全体听令，目标东北防线，即刻机动驰援。破晓机甲特战队打前锋，空中火力编队先行覆盖。是。该死的，又冲上来一批中阶虫族，这帮东西到底有多少？队长，步枪根本打不穿他们的壳，他们都快冲过第1道壕沟了。呼叫炮火覆盖，把剩下的高爆弹全给我打出去。队长，炮群回讯，高爆弹库存只剩不到2成了，再后面就真没弹药了。没弹药就上刺刀，身后就是人民，我们退无可退。这虫子是杀不完吗？别愣着，虫族快要冲进防线了！难道我们今天真的要栽在这儿？所有防守部队坚持住！大夏神霄战队前来支援。雷泽机甲群开始清场。援军是异世界的大夏神霄战队，我们有救了！兄弟们，跟上去！配合机甲小队反推。目标：中阶虫族，自由射击。我靠，这火力也太变态了吧！刚才我们拿重炮都轰不动。一枪一个中阶虫，这是什么神仙武器？这是我们专门研制的针对虫族的秘密武器，电磁步枪，30倍音速，0后坐力。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一支。好，太好了！有这枪，中阶虫再也不是防线噩梦了。总算是真正稳住了。第3个世界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。陈默，怎么不亲自上去开一台？虽然是雷泽机甲的缩小版，但每台都配备了电磁机炮，火力可不容小觑。你还不了解我？有郑哲队长他们在，我哪敢班门弄斧？陈默先生每次都这么谦虚，可我们这次去的是新世界，说不定还得靠你那一手开门的本领救命呢。时间快到了吧？穿越的持续时间，还是和上次一样不可控。是。10、9、8。龙岩，雷泽机甲01号系统正常，02号正常，03号正常，所有能量核心稳定。好，全员注意，目标第3世界，出发！环境数据正常，氧含量略高于主位面，确实是野外环境。得先确认附近有没有人烟。对了，陈默，
这次穿越能停留多久？1天。时间还挺宽裕，足够摸清楚这片区域的基本情况。是汉语，快过去看看。古装，不会是古代位面吧？救人要紧。杨子公主，别跑了，准备下去陪你的哥哥们吧。不对劲，准备迎敌。想英雄救美，猫抓老鼠的游戏结束了。不对，这速度根本不是人类能达到的。兄弟们手也太快了吧！抱歉，职业习惯。敌意确认完毕，直接清除。我还想多研究2秒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，这就没了。奇怪，明知道是送死还往上冲，是疯了，还是被什么东西控制了？确认无危险。看来这个古代世界可一点也不普通啊！杨子公主，你是祖龙的女儿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会有如此怪物般的铠甲？还有那个神奇的铁管，一指向敌人，敌人就被击穿了。我们没有恶意，你的侍卫伤得很重，再不止血会有生命危险。殿下，小心！段大哥，都是我连累了你们。放心，我们不是歹人。这是什么灵药？连宫里的太医都做不到如此地步。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这些人的身体素质不对劲啊。不只是侍卫，这些追兵也一样，肌肉密度、骨质强度是普通人的10倍以上，体内还有一种未知的能量反应，像气血，又像某种生物能。这体质强度，简直就是传说里的炼体武者。我们搞不好穿进了一个高武位面，怎么说？喝一点吧，我们初来乍到，有些事想问你。说吧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穿着如此古怪？我在大前从未见过你们这样的甲士。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。另一个世界？你们是仙人？不对，不对，父皇可是亲口说过，此方天地无仙。我们不是仙人，你可以理解为，我们来自遥远的后世。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？你是玄清公主，何至于孤身逃亡到这种地步？这一切都要从父皇一统九州那天说起。父皇一统九州，以龙脉镇山河，以玄铁筑长城，又以山河阵图护佑人族。可那群山海异类，从来没放弃过扩阵。日日都想让中原重现乱世。前不久，九州边境突然异动，山海一族几族围攻长城，父皇当即派王孝、蒙哥2位将军，还有长兄苏黎率大军北上镇守。谁能想到，这根本就是异族的调虎离山之计。赵高那个阉人勾结李衍，还有从海外回来的徐福，趁着北境战事吃紧，皇城空虚，暗中布下异族大阵，把魔气引进了咸阳宫。
父皇仓促间凝聚九州龙魂，以龙形神术破了大阵，斩杀了大半异族使者，可惜没能斩了赵高、李衍和徐福这3个叛徒。父皇他被阵法反噬，让他们抓住了破绽，被封印在了皇城之下。父皇拼尽最后力气，用秘法把我和几位兄长送出城，嘱咐我们一定要赶去北境，通知长兄他们回来平叛。一路上，我的侍卫死伤殆尽，就剩下段大哥他们几个人了。外有山海一族虎视眈眈，内有奸佞里通外地，再坚固的堡垒，最怕的从来都不是外部重压，而是内部蛀虫。放心，我们会帮你。你们愿意帮我，可你们只有这么几个人。小姑娘，你可别小看我们这几个人，别的不说，对付那些被操控的禁军，绰绰有余。多谢诸位壮士出手相救，在下段子言感激不尽。但公主所知，未得鸡权，那群奸人还有更大的阴谋。段大哥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多谢公主挂念，我醒了有片刻，一直在运转功法调息恢复。这恢复力也太离谱了吧！刚才还休克濒死，现在都能自主做起了，你这身体素质是人？陛下传下的不灭星神体，我不过修了点皮毛，就足以强筋炼骨，巨星淬血。真要修到大成，断肢重生也不在话下。这哪是功法呀，这简直是开了挂。赵高、李衍、徐福3人龟缩在咸阳，根本不是为了疗伤。不是疗伤？那他们在谋划什么？他们在逆转山河大阵。逆转阵法，后果是什么？咸阳是山河大阵的核心枢纽，一旦阵法被逆转，九州气运崩塌，龙脉之力倒灌反噬，万里玄铁长城会自行崩毁，整座中原的屏障将荡然无存。到那时，山海一族会毫无阻拦地踏入中原，人族不仅会重回乱世，甚至会被勇士奴役。合着他们这是奔着灭族来的，玩的是死局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有没有办法阻止他们？要解皇城封印，破逆转大阵。如今只有找到长公子苏黎，他能沟通咸阳的龙魂之力，是唯一能帮助陛下脱困的人。那就去找苏黎。北境距此地足有5000里，赵高的阵法最多再有3日便会彻底成型。我们就算日夜兼程策马狂奔，也绝不可能赶在阵法逆转前抵达北境再折返。若是有黑龙级灵兽代步，日行名5000里尚且有望，可这荒山野岭，我们去哪里找这种级别的坐骑？日行5000里，巧了，这东西我们还真有，就是吧，坐起来可能不太舒服。这不是各位的铠甲吗？这东西能切换飞行姿态，最高时速2500公里，5000公里路程2小时就能到。这是何等神兵，竟能御空而行，跨5000里只需2个时辰。此物胜过玄秦所有战车与神兽坐骑。你们真的不是仙人吗？我们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的普通人而已。起飞！这太神奇了，竟比父皇熔炼的12金人还要神异。后世之人，传旨，苏黎王孝蒙哥，接旨。
陛下有旨，长城之外异族气焰过盛，命尔等即刻出征，兵出长城，深入讨伐异族。出兵？可父皇此前明言，稳固长城为重，绝不可轻启战关。如今黑龙禁军仅4成在营，龙卫也未集结完毕，贸然出兵，无异于自断臂膀。况且异族兵锋诡异，术法阵法莫测，若是诱敌深入，中了埋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怎么，你们3个是要质疑陛下的圣旨不成？臣不敢。殿下，此令不对。若真是陛下旨意，绝不会如此仓促，更不会违背他几日前才定下的防守军令。这道圣旨究竟是什么情况？殿下，杨姿公主帐外求见，她说有10万火急之事要禀报。殷万，他不应该在咸阳吗？怎么会来了这里？让他进来。哥，咸阳出事了，父皇被封印了。你说什么？赵高、李衍，还有徐福，他们勾结山海一族，在皇城里布了邪阵。父皇拼尽龙魂之力破阵，却被反噬封印了。他们操控禁军追杀我和其他皇兄。那道讨伐异族的圣旨果然是假旨，他们是想调虎离山。若真如公主所言，赵高他们的目标恐怕是要动整个山河国脉。殷曼别怕，有哥在。你们是何人？哥，他们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，是后世的人。什么？是他们救了我，也是他们带我乘着会飞的铁鸟，只用2个时辰就从骊山飞到了这里。若不是他们，我根本活不到见你。苏黎在此谢过诸位出手相救，如今国难当头，待事态平息，苏黎必有重谢。重赏就不必了，如果可以，我们更希望代表另一个世界，与你们开展贸易、武学、科技等方面的交流。贸易、武学、科技，武学我懂，可科技是何物？等安稳下来，将军亲眼见了，自然就懂了。那个持假圣旨的御林使者，拦下了吗？已经派人去缉拿了，他逃不出长城军营半步。殿下，臣乃奉陛下密旨。够了，我心善，不想浪费时间，就不折磨你。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啊！清理干净，别脏了军帐地面。回援咸阳，兵贵神速，迟则生变，即刻出征。殿下，黑龙禁军已调集完毕，共1000头，随时可以出征。我与王校率1000黑龙禁军，骑驾黑龙，直取咸阳。蒙哥听令。末将在。你率龙卫与其余部众死守长城，无论咸阳战况如何，在解围之前，绝不能让山海卫族踏入长城半步。诺，末将定以性命镇守北疆。长城在，人在。诸位恩人，救我妹妹，通报国变之恩，苏黎莫齿难忘。此行咸阳刀山火海，凶险难测，你们便在此静候佳音即可。我不能再让恩人涉险。咸阳若真被异族掌控，局势恐怕远超出你的预估。我们不会袖手旁观，我们会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，提供有限支援。好，陈公子果然坦荡，能救殷曼于危难已是大恩。诸位若愿同行，更是悬秦之福。只是前路凶险，我不敢担保能护诸位周全。我们自有分寸。
竟真能御空飞行，真是天外神兵。科技的力量远比陛下你想象的更广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力量了。那便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机甲，速度竟然比黑龙还快。若非亲眼所见，谁敢相信世上竟有此等神兵？全军听令，目标咸阳城。这个阵势出事了。他能飞？那是当然。皇子殿下修炼的不灭星神体已经修到了极境，练到极致可与星辰同辉，短暂凌空不过是寻常手段。短暂凌空，这简直是武学版的飞行系统啊！这不科学。他这到底是什么原理？是体内气血共鸣形成气流反推，还是生物气场干扰了引力场？苏博士，你能不能别什么时候都一脸研究疯子的表情？太神奇了，我得采样，我必须研究清楚。像他这样能凌空飞行的，你们玄清很多吗？殿下乃天纵之姿，不灭星神体修至极境，可暂破天地引力，凝气于足而凌空。整个玄秦能达到此等境界的，不超过100人。100个超人，你们这世界也太离谱了。再往前便是战场，老夫在此处将诸位恩人放下。你们若有心相助，老夫自然感激不尽。只是前方刀枪无眼，诸位务必多加小心。全军听令，冲锋！我的老天爷，他们突破了阴障了，地面波袭都能破阴障。尔等乱臣贼子竟敢以邪法操控我玄秦铁卫，今天我就要你们血债血偿！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不是灵能，也不是量子反应，这是生命个体与地脉的能量共振。他在用肉身调动地磁场与精神意志，这根本是另一种体系的文明，是神话层阶的力量。冷静点，博士，这里不是研究所。沉默，距离传送门稳定窗口关闭还有多久？1个半小时。够了，我和龙吟留下来，负责掩护你和素颜的安全。其余4架雷泽机甲带领特战小队向前推进，靠近战场。听你安排。龙魂，听吾号令！我这是在做什么？我的剑为什么会对着自己人？醒来吧，玄秦的卫士们！杀！为陛下听军策！李相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快把逆转山河大阵的秘法交出来！住口！这乱臣贼子，以邪术蛊惑我同流合污对付始皇，你是天大的罪孽！如今还想逆转山河大阵，亲手把整个人族送入异族口中吗？李相，你太天真了。人族异族皆是天地生灵，何来贵贱之分？弱者被强者吞并，本就是天道循环。强词夺理！当年山海一族祸乱九州，以人为食，是谁铁血平定？你虚服背叛人族，舍弃人身投靠异族，还有脸在此空谈天道？
年小儿，若非我山海圣族当年看你们人族示弱，心生怜悯，给了你们喘息之机，你们那点微末本事也配称一统九州？你这畜生也敢妄言！当年你们肆意踏入九州，屠城灭寨，以人族为食。所谓喘息之机，不过是怕把人吃光了，日后再无口粮。别跟他废话了，他当年为了权势，亲手毒杀韩非子，转头还假惺惺痛哭流涕。这种人本就不配谈忠义二字。魅惑，动手吧。正合我意。你们做梦！想死？我们还需要你这双老手去逆转那该死的阵法呢。这就是逆转山河大阵的秘法，可惜了，耽误了这么多时间。没关系，我们筹谋10几载，早已安排妥当。始皇传送出去送信的子嗣与使者，早被我们悉数截杀。皇城被围得水泄不通，绝不会有半阵援军赶过来。怎么可能？灵魂被激活了！吾等未能察觉奸人阴谋，未能救陛下脱困，罪该万死，更受妖邪蛊惑，迷失心神，显成叛徒，事后甘以死谢罪。尔等皆中，奸人与外邪筹谋已久，父皇与我亦有不察之罪，罪不在汝，罪在那群乱臣贼子与异族妖邪。全军听令，起！随我斩尽妖邪，还我咸阳一个朗朗乾坤！除了始皇，也只有被调去守长城的苏黎能引动龙魂。可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明明该在北境啊！我明明指使李衍发了假圣旨，命他兵出长城，深入敌境，他怎么会回咸阳？这根本不合常理！难道他识破了我们的诡计？始皇有龙命护体，杀不死，只能封印。苏黎既然敢送上门来，我们联合山海圣族，直接斩了他！废物！当初封印始皇，我们牺牲了多少族人？现在又要对付苏黎，你们人族的烂事还要拖累我们多久？还好我留了后手。穷奇，备用计划总算派上用场了。哈哈，为了破山河大阵，先是牺牲万千族人封印始皇，现在居然还要我们亲自出手，真是可笑！别废话了，速战速决，出去把那姓嬴的小子铲了！封了老的，来了小的，这次就让他有来无回。哟，这不是我玄秦的太子殿下吗？还真是威风啊！就带万把凡人也敢来阻我圣族大业？还是你觉得凭你一个人就能挡得住我们所有人？赵高，我玄秦待你不薄，你受国恩握权柄直印玺，却背祖叛国，勾连异族，还有脸自称什么圣族？叛国？我赵高本就是圣族一脉。当年秦氏崛起，鲸吞九州，圣族因内部分歧被牵制，无力出手，我便潜伏在你们人族朝堂，忍辱负重多年，只为今日复兴圣族。九州血乱，亿万亡魂，全是因你所谓的圣族挑起战祸。你口中的圣族，从来不是什么神圣血脉，是祸乱九州的毒瘤。赵高，你不配称为人。说得好，不配称人。那又如何？我赵高本就不屑为人。
怎么只有苏黎一个人了？王啸呢？他的黑龙禁军去哪儿了？他们之前分兵，王啸应该带着黑龙禁军去另一处阵点，很可能是打算做点什么。也就是说，苏黎现在是在拖时间。真是奇妙，竟能将远处的景象实时投射于此，真是匪夷所思的仙术。谁？说出你的目的。吾乃白夜。徐福，父皇待你不薄，供你人力，给你物资，许你远渡东海求仙问道，可你竟敢背主叛国，勾结异族！苏黎啊苏黎，你以为我是背叛？你根本不懂我在海外看到了怎样的真相。我见到了真正超脱肉身、永恒不灭的鲲鹏大人，他让我明白，人是有极限的，而我徐福不做人了。狗东西，好好的人不做，非要蜕皮去当畜生！住口！你这低贱的凡人，也敢侮辱圣族！你们人族以为靠着龙魂护体就能永存？笑话！那不过是借天地残力苟延残喘的可怜虫罢了。李岩，深受国恩位列人臣，怎敢叛国？不好，李岩被控制了。哈哈，苏黎公子，你这么爱喊，是想唤醒他，还是想拖延时间？可惜呀，小皇子，今天没人能救得了你。拖延时间，这点雕虫小技也想瞒过我们？我们在凝聚力量，准备一击必杀，你又在等什么？等援军，还是等奇迹？护卫殿下，列阵！真有趣啊！我还以为始皇的儿子有多聪明，没想到只是个有勇无谋的蠢货。死在我们手下也算你的荣耀。放心吧，小皇子，等你死了，破了山海大阵，我让你们父子在地下团聚。赵高，你以为就你们会算计吗？怎么可能？那是我亲手布下的封印阵，谁能破得了？几十年前，父皇集天下之瞳，一玉一铁，武义选龙血灵砂，锻造12金人，布下震天玉气阵，守护咸阳百世安宁。如今你们唤醒魔气，勾连异族，祸乱九州，那我便以玄琴气运为引，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人族神器。震天，玉气震起！哈哈哈！苏黎小儿，你以为凭几个铜疙瘩就能逆天改命？来吧，都给我出来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藏着掖着？若这一战败了，我山海圣族从此再无立足之地。
12金人竟然被压制了。看来山海一族这一战，是真的豁出全部大笔拼命了。苏黎看起来不太妙，你不担心吗？没关系，这个局还没到终点。王啸将军，来得正好。我此刻要全力操控12金人，有件事刚好需要你去解决。你看见那边的魅惑了吗？看见了。怎么？李衍被他操控了。一会儿我催动阵法，全力牵制赵高和一族主力，会给你撕开一个窗口。你率部宁阵杀了他。明白。王啸。没想到你居然也敢来！要是你带上数万黑龙进军，我说不定还要逃跑。可现在，就凭这1000人，你能做什么？你猜？震天运气阵，起！就是现在！龙阵13杀！你竟敢伤我！哼，没能一击毙命，真是可惜。再多1000人，我定斩你在此。可惜啊，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，给我杀了他！这是个机会。正队，雷泽机甲小队，目标锁定魅惑，电磁机炮全火力输出。好恐怖的火力，竟能直接灭杀魂体，一击灭杀魅惑，这等神兵的威力，老夫征战一生也从未见过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魅惑可是魂体之身，寻常方刃根本伤不到他。那是什么邪气？怎么会？连神魂都被直接打散了。找死！区几块废铁，竟敢斩杀我圣族使者！龙阵13杀，护阵！快撤！电磁近防炮被能量冲击干扰，彻底失效了。无妨，他们做的已经够好了。这玩意儿真够狠的，猝不及防之下，就算是我，也不好受。李衍，现在这种情况，以你犯下的大错，你以为你还能活着不成？那就一起下地狱吧！没想到，赵高你连做人都不要了，没能一击毙命啊，真是可惜。我李衍虽曾为权力迷失，但要我背叛帝王，背叛人族，休想！
书圣破魔阵。李衍大人，何必挣扎？徐福，我定不饶你！你不饶我，恐怕该说不饶你的人是我。赵高、徐福，你们以为跟着异族就能称王称族？你们以为灭了玄秦就能灭了人心？我李野书成默写，是为人族谋一个安定。凡人的苍蝇，之前你们偷袭魅惑，我就发现了，你们用的含铁弹丸是吧？只要用护照立场对弹丸进行偏转就好了。既然李衍你找死，那就先灭了你，再去捏死那几只讨厌的苍蝇。赵高和徐福被李衍拖住了，但拖不了多久。殿下，封印能破吗？封印的核心在穷奇。破封，拯救帝王。哈哈哈哈！你们这些凡人，凭什么妄想撼动我的界限？穷奇一死，封印就能松动，对吗？对，唯有斩穷奇，帝王才能破封。那就由我来。现在的穷奇被异族护着，不好下手。我会用金人开路，把他从异族中隔离出来。就是现在！龙阵13杀！该死！保护穷奇！王啸，你真以为吃定我了？怎么可能？火焰的气息是人族的力量！哈哈哈哈哈！王啸，你们以为凭这点小手段就能赢我？当年你们的人族二皇维护人界，率领人族我圣族拼杀数载，最终我圣族虽落败，但你们的炎黄也死于我族围杀之中。难道说，这火就是？没错，这火正是他留下的核心火种。好好品尝一下吧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人族的圣火曾经庇护你们人族多年，如今我让它成为烧尽人族最后希望的火。这不可能！穷奇，你藏得够深的，
炎黄之火居然落到你手上，这回我们赢定了！人族从此将成为我们的口粮。12巨人分阵，把重启隔离。重启，快斩杀苏黎！以死护天下！响动殿下，没门！别急，今天你们都得死！当年我为拿下这火，付出了几百头大妖，现在世间终于归我所有了。白夜将军，这会儿你还笑得出来？我一直好奇，你在这儿看了这么久，现在场面这么糟，你还不出手吗？如果我说，这一切本就是帝王布下的局，你信不信？不会吧，这也太大一手了！剧本里本来不是苏黎出现，而是我动手。见你们带了苏黎来，我就改了局，没急着出手。为什么？给殿下一点成长空间而已。好了，原本只想引蛇出洞，将异族引出来，好灭了他们。没想到还给我们带回了失踪许久的炎黄之火，真是意外之喜。来自异世界华夏的后辈，看好了，我这一剑会很帅。这就是杀气，不愧是白夜，他就是一场战争的化身。这味道怎么突然这么浓的血腥味？那么多死人，有血腥味不正常。这地方早成炼狱了，不是寻常血腥。这股气息，我好像在哪儿闻过。这是死兆星的气息。熄灭。好快的剑！不可能，白夜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情报说他在南疆。赵高，你的情报是吃草写的？不可能！帝王的密奏上明明说了，白夜在南疆。你们这些蠢货，你们怎么知道帝王不是故意告诉你的呢？白夜，你终于出手了。原来如此，这都是父皇的局。这是一场针对异族的引蛇出洞，一个想踩着人族往上爬，一个想借人族求长生。不久前封印我的时候，不是挺得意的吗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别急啊，你们当时说的话，我还挺喜欢听的。再说一遍，给寡人听听。糟了，那是帝王！可恶的穷奇，简直是人族的卧底！完了，我们中计了。那一剑是白夜施展的，我们这是自投罗网。好一个帝王，竟以皇都为局，布下这灭我圣族的杀阵，就不怕计划失败？废话说完了，从今日起，山海一族再无力，寄予我人族半寸山河。苏黎，做得不错，你有我9分风采，差的那1分，便是龙脉之力的掌控。好好看着。这股力量，这不可能！许福，你这长生梦，就到
天为止了。赵高死了，该死！快上，一起杀了帝王！糟了，我们会被逐个击破的。烛龙，你能不能开通回界通道？通道在穷奇那儿，他死了，我没法开启。什么？那我们岂不是被困在这里？没错，这就是一场从头到尾针对我们的陷阱。又是异族。完了，炎黄之火居然落在他身上了，这下真完了。选择了苏黎吗？徐福，到此为止了。想杀我，李野，你还早呢。封神篇，人道续，起！你有这样的能力，魅惑就算借助丹药，哪能那么容易控制你？从头到尾，你也是故意的吧？你就不怕我们真的杀了你？为了彻底灭了你们山海一族，我们人族牺牲了多少人？就算再多我一个李野又如何？徐福，去死吧！12金人，听我号令！完了！他能单独操控金人，不错，不愧是我的儿子。你们来自另一个世界。没错，不过我们的世界没有你们这种功法、龙脉、异兽，我们靠的是科技。你们则更像是人形的大规模杀伤武器。大规模杀伤武器，此言有趣。确实有趣，不过危险的要命。陛下，我们很快就要回去，想跟你们做点贸易、技术、文化交流，行不行？行。不灭星神体，在我玄琴并非禁本，但非人族不可修炼，而人族中，也得万里挑一的天才，才能顺利修炼成功。精神筑基液，谁都能喝，喝了后提升越大，那你修不灭星神体的天赋就越高。眼下我只有现成的药剂，具体的材料，下次来我们再具体交易。这就是我们的科技结晶。什么？高铁能日行千里，飞机能日行万里，互联网能隔千万里传讯。可惜我们没有基础科学，短期内造不出来。没事，下次来我们合作，一步步来。我们该走了。这个世界有意思。什么？神话？玄琴？丹人灭城？这个战力太夸张了，这
世界是神话级高物文明，能量体系完全不同于我们，这对我们是一次文明跃迁的机会。真是不可思议，它更像是一种星际级的生物强化技术，可以让精神与肉体同时进化。这星神筑基液更离谱，它能把药材中潜藏的星辰能量提炼出来，再通过特殊催化结构直接融合进人体。听着像玄幻，可它真的有反应，真的有效。可惜啊，这配方里的材料，比如星沙草、龙血藤、玄石花、银心果、灵芝母叶，我们这边根本不存在。看来我们得和玄琴正式展开药材与科技的交易。报告，没感觉到什么星辰能量，这功法是不是得先吃点药引？我练了3天，连个屁都没感应到。怎么会这样？这功法不是说万里挑一就能练成？照理这规模，最起码得筛出几百人啊！是啊，可现在倒好，成了100万里挑一。等等，难道是两边世界的结构不同？什么意思？我记得当时放无人机上天时，视野极限都看不到地面区地，地平线一直平直，没有弧度。这只有2种可能：一，要么那边的世界超级巨大，大到无人机的高度都不足以看到曲面；二，那边的世界根本就不是球体，而是一整片大陆。那如果真是平面，那星辰能量这4个字，可能就不单是天上的星星。沉默，下次穿越是什么时候？穿越世界是定死的，还是你能自己控制？2周后，而且这一次，传送门的持续时间不受限制。太好了，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和神话玄琴世界正式展开交流了。大夏正在走上一条前所未有的文明快车道。可惜啊，这次回来太急，要是能多带几份材料样本回来就好了。不灭星神体的作用实在太强，对体质强化、基因稳固、神经反馈速度的提升，全是质变级的。你看，当时那些异兽攻击机甲后，机体几乎没损伤，真正受冲击的是驾驶员。所以不灭星神体不只是修炼法，它也是我们大夏全体进化的关键。没错，下一次穿越，我们不光要给他们带去科技，也要带回星际时代的钥匙。这不可能！越是强大的虫族，血液里的星辰能量越浓。立刻联系素博士，告诉他，我找到虫族世界和神话玄琴世界的共同点了。如果虫族真的能利用星辰能量，那他们的进化方式与神话大秦的修炼体系本质上是一致的。但问题是，神话大秦靠药剂辅助功法修炼，才引动星辰能量，而这些虫子，他们怎么做到的？虫族应该是进化出了一种特殊输气管，专门用于汲取星辰能量。可关键在于，这种能量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在我们的主世界，从未发现过这种能量形式？它像是存在于另一个层面的力量，与我们所理解的能量完全不同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们主世界几乎没有星辰能量，所以我们才如此难以修炼不灭星神体，而虫灾世界的那颗蓝星却天然充满星辰能量。也就是说，那颗蓝星上，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奇异的能量，才引来了虫族。星辰能量让他们疯狂进化，一边吞噬一边繁殖。如果这2个世界都有这个能量，那1号丧尸世界呢？我们以前一直在猜那些丧尸的能量来源是什么。这世上不可能有永电机，可如果是星辰能量，那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立刻将丧尸世界的样本送过来，我们马上就能探究世界的真相了。
竟然真的存在，和虫族很像。这意味着丧尸、虫族、神话玄禽3个世界碳基生命强大的根源，全都与星辰能量有关。你说，如果我们能从虫族、丧尸体内提取星辰能量，是不是有可能造出我们自己的星神筑基业？还真有可能。如果虫族和丧尸体内的星辰能量更纯粹，理论上甚至比草药提取的更强。我们不是有几位能感应星辰能量的天才吗？在这个没有星辰能量的世界都能感受能量，那如果派他们去虫灾世界，他们或许就能真正修炼不灭星神体。这是机甲，还有他们手上的武器我都没见过。我们的装备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各位，你们是我们中能感应到星辰能量的佼佼者。既然诸位被选中参与这个项目，就代表你们都是通过了我们审核，都值得我们信任。西部地区的统帅万宇翔，这次的任务到底是什么级别？要让他亲自发布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们一些绝密消息，这些内容不得外泄，不得记录，不得口述，一旦泄露，将以叛国论处。这是我们大夏在建立的跨世界传送门，它通往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同样名为大夏，却在虫灾中苦苦挣扎的世界。另一个大夏啊！接下来会有科研专家随你们一同前往另一边的世界。相关消息我们已经提前同步给了对面大夏的最高总指挥夏浩瑞。此外，中部地区司令葛兴泽率领神威战队，以及西部地区上将龚延峰率领神霄战队，目前也已在虫灾世界前线作战。你们的身份特殊，是独一无二的战略资源，因此我授权你们拥有直接与他们通信的权限。难怪不得这几个月国内都没见到葛司令和龚上将的公开行程，我还以为网上传的那些传言是真的呢。外界的消息烟雾居多，对面放出这些消息也有刺探我们的心思在，不必在意。你们不用对对面的大夏有任何隐瞒，我授权你们与那边共同组建星辰修炼特战小队，目标让人类真正掌握星辰能量。是。我已经收到你们中枢的通报，知道你们此行的任务，我们愿意全力配合。你们的大夏说过，能修炼这门功法的人万里挑一，可大夏从不信命。我相信我们的战士一定可以成功，就让我们去证明，我们大夏的战士人人都能修炼不灭星神体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和我们的战士并肩，修炼战斗都不再分界。战教官，请指示。今日任务：修炼不灭星神体。所有人盘膝而坐，调整呼吸，听我口令，运转心法。是。这是星辰能量。监测数值飙升，检测到了，能量浓度是主世界的几10万倍以上。没错，是星辰能量。星辰能量形成了主动聚集，他们在回应他们。他们不是修炼，他们是在被整个世界欢迎。快录下来，全程数据都要保留。天啊，这不是吸收，这是在吞噬。停！
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梦？要是梦，我怕是要笑醒。不灭星神体基础篇完成了。确认完成度100%。修炼完成时间9分38秒，预计原修炼周期10年。我可以啊！预计10年完成的功法，10分钟完成。这根本不是修炼，这是飞升啊！立刻开始进行测试。太好了！准备力量测试，开始。这是5倍提升，不，接近6倍。感觉这机器好像也不太结实啊。计时开始。8.92秒，8.87秒，100米，过9了。在保持100米9秒速度的情况下，他们竟然能持续跑完整整10公里。10公里不掉速不喘气，这还是人吗？这续航，他们是不是能一直跑下去？120公斤负重，表现曲线几乎没掉。这已经不是强化可以形容的了，他们是人形暴龙。这电流挺舒服呀，博士。高强度神经反馈与肌肉过载结合测试，正常人坚持30秒就会休克，而对他们完全没有影响。肌肉的耐疲劳度、神经响应速度，至少都是普通人的5倍。奇迹终于在我们大夏诞生了。好，兄弟们，现在开始，我来带你们修炼不灭星神体的基础篇。心神内收，意念如星，呼吸与心跳同频，感受空气中的微光，那就是星辰能量。报告教官，我感觉空气在动，但进不来。报告，胸口有一点热，但没力气吸进去。战尾华他们吸收能量的速度就像鲸吞，而其他战士就像在虚空里面抢能量，能量浓度同样存在，但吸收效率天差地别。别急，呼吸放满，别硬拉能量。别想着控制星辰能量，让它自己来。有了，能量进入了。这是能量共振现象，由高频个体带动低频群体，类似心率引导效应。看来这功法的关键，不仅在个人天赋，也在集体的共鸣。记录下来，调整修炼模式。很好，把今天的修炼窍门、共鸣模式、实战数据全部整理出来，一有结论，立刻在全大夏推广，所有战士都可以变得更强。是时候推动钢铁长城计划了。钢铁长城计划，围绕大夏领土筑起一条真正的长城，10米高、5米宽，实心的屏障，不可逾越的线。以目前5000公里防线为基础，加宽加固，升级为钢铁长城，每隔500米装一门1130近防电磁炮，核心是高强度混凝土，
外附钢铁装甲。估算材料需求量10亿吨混凝土，10亿吨钢材。如果只靠我们自己，根本无法承担。但10亿吨混凝土，10亿吨钢铁，几乎相当于那个世界1年产能。以前的支援还能接受，武器、药品、粮食短期援助不影响他们的生产线，但这2项材料量级不同。转移它们，意味着对方1年输出的空缺。如果走贸易交换，我们还能拿出什么来交换10亿吨混凝土和10亿吨钢铁？如果没有钢铁长城，那意味着前线只能靠人堆，靠血肉去挡虫巢。那不叫防线，那是绞肉机。每一次虫族的冲击，都是以大夏的人命为代价进行的抵御。这样下去，大夏迟早被拖垮。我们必须有一堵墙，一堵能替人抵挡的墙。能修炼是好事，可我们不可能让全部军队乃至全国人都跑去那边修炼吧？要是真那样，主世界秩序可就乱了。我们已经研究出重组版星神筑基液，但效果受限于药液浓度。即便使用目前最优的中阶重组样本，提升幅度也不过5%到20%。若以普通人体质为基准，想完成基础篇修炼，至少需要100万头低阶重组，或1万头中阶重组，才能炼出足够的星神筑基液。而这还只是理想条件下的数字，一旦药液暴露在空气中，能量逸散，损耗会更离谱。这成本根本不现实。这得去2号世界杀多少虫子？咱们虽然援助了他们不少资源、装备乃至部队，可真要算账，与1000万虫师相比，这价差太大了。这种价值，恐怕连主世界最顶级的战略资源都换不回来。我们总不能真让对面白送吧？可要用资源换，我们又能拿什么抵得上1000万只虫族的尸体？报告，2号世界虫灾世界的大夏发来联络消息。发信人是谁？大夏中枢最高总指挥夏浩瑞，他要亲自前来主世界，洽谈一项重大合作。我此行是想问，如果我们想从你们这边采购一些钢铁和混凝土，用什么方式可以交易？钢铁、混凝土，那东西不算什么贵重资源，我们直接送你们一批就行。量有点大，能有多大？10亿吨钢铁，10亿吨混凝土啊！10亿吨，那几乎是我们全国1年的钢铁产量，混凝土还得占到1/2的总量。夏总指挥，你这是要造第2个大夏呀？确实量有点大，我们那边要建一条钢铁长城，防线太长，材料需求可能有点夸张，所以想问问，有什么东西能拿来换？要不虫子尸体？虫子？你们要那玩意儿干嘛？那玩意儿我们都快堆成山了，不能吃，味儿还大，占地方。除了科研用一点，其他全扔荒野当肥料了。要就送你们。哼，我们要的量也不算少。能有多少？上亿。上亿？我们从虫灾爆发到现在，连1000万都没杀到。你们到底要那么多虫子尸体干什么？夏将军，我们也不藏着掖着了。你应该知道，不灭星神体，你们那边已经在修炼，可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这边几乎没有星辰之力。换句话说，就算把功法背得滚瓜烂熟，也修不成。所以，你们要虫族尸体是为了提炼？我们掌握了一种技术，可以从虫族尸体中提取出星神筑基液。人只要泡进去，即使不能修炼，也能在短时间内强化体质。如果是14亿人同时提升一点点，那就不是身体的改变，而是整个大夏总体的进化。我们这两边的大夏，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我以为我的钢铁长城计划已经够疯狂，你这全民进化计划更夸张啊！没办法，总不能真让14亿人都跑去你那边世界修炼吧？那我们主世界不乱成一锅粥？
消息传回后，大夏中枢第一时间下达指令，即日起，全国不再隐瞒钢铁与混凝土产量，全面扩产，全面开炉。钢铁长城计划全面启动。我们与另一个世界的大夏达成了正式协议，用1亿具虫族尸体换来10亿吨钢铁、10亿吨混凝土。这些资源将全部投入钢铁长墙的建造。未来，我们将不再依靠堆命维持战线，不再让鲜血去堵住虫群的洪流。我们要靠更先进的武器、更强的修炼者，让虫族退无可退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你真的要去吗？不能不去吗？如果我不去，隔壁老李也不去，大家都不去，那我们家的灯靠谁守着亮呢？你一定要平安回来，我和儿子都等着你。放心吧，你丈夫可是最厉害的。妈妈没哭，妈妈是高兴。你的爸爸不久就能回家了。多点同时开工，旧防线扩建，新防线加固。终于舍得回来了，倒计时马上就结束了，总不能真在大城市里开门吧？距离下次传送还有多久？3小时后开启，做好准备吧。这次可是要和玄琴长期接触。所有人进入，数据已同步，坐标确认无误，能量波动在安全域之内，可以进入。目标就在对面，走。圣上，天外之门再度开启，他们回来了。天外使者，请随我入宫。陛下与太子殿下已恭候多时，有劳将军引路。按照正常流程，面见始皇必须卸下武器装备。不过始皇特别交代，你们不必如此。看来陛下对我们很信任，是尊重，也是试探。是你们，上次救命之恩，我还没来得及谢你们呢。能看到你平安无事，就是最好的谢礼。放心，有父皇在，会好好报答他们。你们的体质竟然与不灭星神体的法则极为契合，他们都是我们那个世界里100万里挑一的天选之人，在我们那枚星辰能源的末法世界里，竟然能感应星辰之力。有趣，有趣。子言啊，你看看人家，修炼那么久，不如人家2周。陛下训的是，属下惭愧。始皇陛下，我有一事相问。像陈默这样的普通人体质，是否有办法更快提升？有没有捷径让他尽快练成不灭星神体？很难，每一阶所需的星辰之力都会呈倍数增长。那种增长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困难，
而是近乎天道在射线。我们也发现了这一点，每前一步，能量消耗就呈指数级上升。指数，说得好，确实是指数上升。天才与凡人的差别也正在于此。普通人修炼困难，主要有2点：一，吸收慢，虚空中的星辰之力就像不听话的孩童，不愿亲近你；二，存不住，吸进来也会泄散，需要不断改善体质，才能逐步提高储能上限。我这里有一瓶特制的高品星神筑基液，用极高品质的5种灵材所炼，极其稀有。你们救下殷婉，又助苏黎平乱，此功不小。此物就当作朕的一点谢意。这瓶药虽不能让你一跃成圣，却足以助你稳固筑基篇，并逐步提升体质。往后修炼，必能事半功倍。这股力量，不过嘛，想让沉默的体质和他们一样，别想他们的身体天生契合不灭星神体，连天地都偏心。谢陛下赐药。修行路漫，星辰长照。这位秦国侍卫长，怕不是看上了机甲？我看这位段侍卫长对机甲似乎非常感兴趣啊。南天瑞，出来一下，让他试试。明白。这才是男人的浪漫啊！没出息的家伙，口水擦擦，让人家看见，还以为你在觊觎什么妖气呢。属下知错。你向来忠心，就是天赋太差。若你真能在机甲上找到新的出路，也算是一件好事。多谢陛下。陛下稍等，操纵雷泽机甲需要通过神经链的适配度测试。段侍卫长，可以登录检测系统试一试。我来试试。这不可能！他的神经链接适配度竟然接近龙岩啊！龙岩队长可是大夏数百万战士中筛选出来，拥有适配度且最顶级的那一位。看来玄琴的血脉也有属于他的机甲之魂啊！这家伙神经适配度竟然比我还高，那可是我朝夕相处的战友啊！结果这家伙一上来就比我还熟练。这家伙无师自通啊！记住，任何时候枪口不能对着自己人。了解。这就是大夏的信念吗？果真不凡。去外面试试看吧，朕也想亲眼见识这武器的威力。遵命。这威力简直惊人。但这个含铁的子弹，如果以特殊的护罩立场对子弹进行偏移，似乎就无效了。没错，之前在和赵高的战斗中，已经发现这个致命的问题了。这是目前在攻克的一个难点。后面可以考虑让星辰之力附着在子弹上，这样也许可以直接击穿护罩力障。不过，以后这枪就叫真理，这斧头就叫正义。战友啊，原来你心里早就有别人了。别把我们副队长的战友抢了，稍后我们回去后会专门给你送2台，一台是刚才你开的那种，另一台是15米高的完整体。15米？那我得练好
绝对不输给别人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玄秦第一机甲战士，我的名字要刻进未来的史册。口水擦擦，让客人看到像什么样子。还有，别再发出那种怪笑，你这样下去，朕都得重新考虑给不给你机甲了。不给机甲？段子爷，你带着鹰面出去转转吧。是，父皇。待会儿别忘了来找我玩哦。好。好了，我们也该谈谈正事了。谈完这次合作，你们恐怕有一段时间见不到朕了。陛下，有要事。我要亲自出山海关，远征山海一族。我记得之前不是让苏黎镇守长城大营，带兵出击的吗？那时的情况不同，山海一族底蕴深厚，大妖盘踞无数。陛下为稳住中原气运，选择镇守咸阳，让殿下依托长城防线展开有限进攻。那现在是形势变了？是，那8大异兽已死，从现在起，攻守之势异也。而且苏黎殿下的实力已不在陛下之下，已经可以独自镇守咸阳了。打不过自己儿子有什么问题？我骄傲。反正苏黎迟早要接我的班，现在我出去打异族，也算让他提前熟悉掌权的滋味。父皇，我看您这是手痒了，不打仗没几个月就浑身难受。胡说，朕这是为天下扫清危险。具体细节就由李衍与贵方代表详谈吧。说起来，我记得素博士是科研组组长，怎么谈合作这事儿还得他亲自上？素博士上大学那会儿，闲的没事干，辅修了点东西。辅修？国际经济学、科技政策与管理、文化研究、谈判学与心理学、商务数据分析，差不多10来个方向吧。你确定那是闲着没事儿？这怕不是外星人伪装成人类来上学吧？怪不得有素博士在，我就没看着其他什么科学家了。学霸的世界，我是真不懂。苏先生，你们上次的科技让我们受益匪浅，相信我们这次的交易会很愉快的。放心，上次的科技不过是我们大夏的冰山一角，这次我们会展示真正的大夏结晶。这就是高铁哦，有了它，我们就能日行千里了。铺满，一定要铺满！还有这可以连通天下的卫星，我们也要。这重装战队的火力，除了大妖以上的异兽，没人能扛得住。玄秦800万的部队可以直接缩减到20万。科学种植技术，配上你们的新型水稻，能直接让粮食翻几倍，岂不是天下再不会有人饿肚子？不错不错，这样下来，就算山海一族，也得我们以铁血与科技彻底碾碎。医者救人，农者养人，看来你们这世界的术，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。科技为民，本就该如此。从农业到能源，从现代化战队到冶炼化工，从基础设施到医疗与教育，我们都能帮你们逐步完善。好，好啊，我们全都要了。没问题，我们会派出各领域最顶尖的专精团队，把每个细节都拆到骨头里，帮你们搭起完整的文明骨架。还得是你们，你刚才那些词儿我听着就迷糊，这些高深的事儿还是交给你们的专业人士吧。那接下来该说说我们的需求了。首先是关于星辰之力，我们希望与你们联合组建一个星辰之力联合实验室，共同研究星辰能量的原理、机制、吸收方式。此言极是。我们这边，包括朕在内，都是修炼星辰之力而起。若能和你们那边的科技结合，研究出新的体系，父皇，这实验室
说不定就是星辰与科技的交汇点。还有星神筑基液的主要原料，我们希望与贵国共同研究，如何扩大这些灵草的种植规模，甚至如何用工业化的方式批量生产星神筑基液。妙啊！这个好，必须立！我们得尽快成立。若真能工业化炼药，那天下百姓皆可筑基，这是功在万世的事啊！接下来，你们得准备一片地，我们要建立一个跨界交流基地。皇城外东南方向，原先炼铜营旧址，地势平坦，靠近山川，风水极佳，就在那里。我来调配工匠与卫士和召集天下奇人异士，保证昼夜赶工。立项为跨界交流行动，射手为5000，内外警戒分3层，若有闲杂人员靠近，全部驱离。如果有异族出现，就地格杀。从今天起，2个世界的文明交流正式开始了。哼，先进科技，异界来人，这帝王怕不是又被什么妖言惑了心？大夏他们真的值得信任。上次信任徐福，结果徐福成了异族奸佞，勾连赵高，差点让人族覆灭。如今又说什么异界科技，我看又是妖人惑主，不去。种田的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，什么科技不科技的，不去。我等行医救人，不掺政务。这些老顽固，真是一点都没变。没关系，等合作推进了，他们看到我们用飞鸟传信、铁车如风、雷火破阵，到时候他们会哭着来求加入的。你这口气，倒有你父皇那味儿了。他们信与不信，时间都会替我们说话。竟是人造之物。是的，陛下，我们叫他玄琴1号。今天他要替玄琴把眼睛送上天。10、9、8、3、2、1，点火！此火，此生，真乃星辰之力的另一种形态啊！这叫科技的咆哮。你们这世界的大地竟然是平的，而且这里的物理法则自成一套。这片天地绝对是被设计过的。无论这天地是谁造的，脚下的土是人踏出来的。山海异族占了外权100年，如今朕有天眼，有良兵，有来自异世的科技。这片土地，朕要为人族夺回来。臣请命，即刻制定拓边方略，以卫星测绘地形，以科技补给后勤，以玄琴锐士为锋，定教异族再无立足之地。哈哈哈哈！好。这产量真能翻3倍，这稻子简直是天赐！不行，我得亲自守着这批稻子。这可不是什么天赐，这可是我们的人一步一个脚印，费尽心血研究出来的，只为了天下不再有人饿肚子。竟然能有这样的人，那他们一定是圣人。这机关之术，竟能如此精妙，没半点修为变动，都是普通人。可偏偏能操纵那种复杂到可怕的机关，这才是天下之气，
这才是机关术的未来呀！这是解剖学，这分辨五脏六腑的图，这就是异世界的医学。原来医之大道竟也能如此清晰明白，这就是新的医学盛典啊！殿下当初说的没错，不用请，他们自己就找上门来了。这只是开始，父皇出关拓土，我们在内兴邦，有大夏的科技，有人族的志气，玄秦的天只会越来越宽。你说，创造这片天地的存在，看着我们今天的模样，会想什么？也许会惊讶吧，惊讶于哪怕世界有边界，文明的脚步也没有尽头。说得好，天地有界，人族无界。玄秦的旗帜将会插遍脚下每一片土地。那我变出玄秦，五运长龙。